太阳系是我们的星球地球所在的星系。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对太阳系的认知不断增长。进入20世纪，人类开始了围绕太阳系的太空探索，从1960年代开始在太空放置望远镜。这里，我们向你讲述人类探索太阳系种种太空奥秘和一系列非凡的探险历程。在航海家号抵达海王星之前，这颗行星是所有太阳系行星中我们最陌生的。它是一个在肉眼看不到的遥远世界，即便是用最强大的望远镜观测，海王星也只是个模糊的蓝绿色小球，毫无细节可言。它是太阳系中体积第4大、质量第3大的行星，但我们只能从远远的地方看见它，而对它的大气层和内部结构一无所知。唯一能模糊观察到的是它的2颗卫星，海卫1和海卫2。海王星一直隐匿在黑暗之中，这是一颗距我们140多年之久，始终不肯揭露其秘密的星球。甚至它的发现也是进行在科学的黑暗里。它是我们发现的最后一颗行星，也是唯一一颗在看见它之前就预测到它存在的行星。几个世纪以来，天文学家一直盯着这片天空，却不知道他们实际上看的是什么。确定无疑的是，伽利略在1612年末和1613年初的一些观测中，成了首位观测到海王星的人，但他以为这只是一颗普通的恒星，而非行星。接下来的200年里，许多天文学家都看过这颗昏暗的星星，但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它蓝色光芒的重要性。真正让人们开始猜测它真面目的，并不是来自望远镜的观察，而是一组看似平凡的天文学表格。1821年，法国天文学家亚历克西斯·布瓦尔出版了一套表格，依据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出木星、土星和天王星的轨道。然而，天王星的运动却偏离了他的预测。这种不符合理论的现象让布瓦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或许有一颗尚未被发现的行星隐藏在那里，用引力干扰着天王星的运动。于是，天文学界展开了一场追寻这颗神秘行星的激烈竞赛，这是每个观星者都梦寐以求的终极奖项。英国与法国展开了激烈角逐。在英国，数学家约翰·亚当斯开始狂热地进行计算，试图仅靠笔和纸确定这颗隐藏行星的大小、位置和轨道。而在法国，数学家乌尔班·勒维耶也在巴黎进行自己的计算，精确地分析天王星的奇怪路径。1846年夏天，勒维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计算，并在8月31日向科学院宣布他预测了这颗失落行星的位置。就在2天之前，亚当斯也把自己的计算结果寄到了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这场竞争无疑是科学史上最为激烈的比赛之一。最终，勒维耶的计算得到印证。1846年9月24日晚上，柏林天文台的约翰·加勒和助手海因里希·达雷透过折射望远镜成功地看见了这颗行星。这颗花了数十年才被确定存在的行星，最终在不到1个小时内被发现，位置与勒维耶的计算几乎吻合。尽管至今人们对于发现海王星的功劳仍有争议，但历史记录了勒维耶的名字，他用纸笔找出了这颗遥远行星的位置。而又过了143年，人类才第一次造访这颗行星，透过航海家号亲眼见证了一个充满活力、暴力和动荡的世界。随着航海家号越来越靠近，它开始传回一系列珍贵的影像，至今仍是我们对这个行星系统唯一的近距离记录。它首先飞越了海王星的第3大卫星，这让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卫星在巨大而偏心的轨道上围绕着母行星运行的情景。
但海王星本身的景象才真正让人叹为观止。航海家号捕捉到甲烷云层被高空疾风推动的景象，这些风的速度超过每小时2000公里，是地球上测得最降风速的5倍以上，也是整个太阳系中最快的风速。我们透过航海家号的镜头看到的不仅仅是猛烈的风势，还有如飓风般巨大的风暴在表面移动，最大的一个风暴几乎和地球一样大，被称为大黑斑。这个风暴系统在1989年8月25日，航海家号从仅仅4400公里远的云层上方掠过时拍下了多张影像。没有人料到在这抹远离太阳的地方会出现如此剧烈的风暴。然而仅仅5年后，当哈勃望远镜投入使用时，我们再次观察海王星，发现大黑斑已经消失。与木星上数个世纪持续不变的大红斑不同，海王星上的天气似乎更加短暂，最大的风暴只维持了几年便消失无踪。海王星向我们展示了它是一个在黑暗中充满秘密的世界，而每一次的观测和探索都是在逐渐揭开这些秘密的过程中，我们才逐渐了解它的全貌。海王星的极端天气现象至今仍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谜题。这颗行星距离太阳的距离比天王星多了 50%， 但只接收了它的姊妹行星 40% 的阳光。即便如此，这2颗行星的表面温度依旧冷得刺骨。其实海王星外层大气的温度甚至是整个太阳系中最冷的地方之一，云层顶部的温度低至摄氏零下220度。而天王星在如此遥远的轨道上运行，让它成为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星球，天气也显得平静。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距离太阳更远的海王星却如此充满活力，风暴肆虐？我们猜想，答案可能藏在海王星内部，那里似乎有一股深藏的神秘热源在燃烧。每颗行星，不论是天王星还是海王星，它们的内部深处都藏有残余的热量，这些热量来自它们形成时的无数次碰撞，以及放射性元素衰变所释放出的能量。然而天王星早已失去了大部分的热量，如今它辐射的能量只比从太阳获得的多出 1.1 倍，这样的热量不足以驱动任何剧烈的天气系统。海王星却完全不同，它似乎拥有一颗比天王星温暖得多的核心。航海家号的观测显示，海王星辐射的能量居然是从太阳接收的 2.6 倍。这些意想不到的高温解释了它大气中惊人的风暴活动。当这些热量从星球深处向外泄露时，整个大气层开始翻腾，急速风暴一旦开始，就没石磨能阻止它们。就像天王星一样，海王星也是一颗冰巨星，拥有由岩石核心和由水、氨、甲烷组成的冰壳，外面则是寒冷的气态大气。由于它缺乏固体表面，没有山脉或大陆可以阻止风的流动，风就能在大气层中无阻地狂奔，越来越快，最终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超音速。这些现象让我们对海王星极端天气的形成有了些许线索，但仍无法全面解释它的活跃性。即便是航海家2号的探测，也莫能解开海王星和天王星为何如此不同的谜团。我们依然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行星形成过程让海王星拥有了更多的残余热量，使它比天王星更加爆裂和生动。不过海王星的活跃天气还只是航海家号送回给我们的惊喜之一。这些影像还向我们展示了太阳系不仅有1颗，还有2颗充满活力的蓝色行星。海王星是个亮丽的蓝色世界，但并没有液态水，那么这种深蓝的色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来自航海家号的光谱仪观测。
这颗行星的大气层中约 80% 是氢气， 18.5% 是氦气，剩下的 1.5% 是甲烷。而这少得可怜的甲烷却是解开海王星蓝色之谜的关键。当太阳光穿越海王星的大气层时，甲烷分子吸收了其中的红光，只留下蓝光在黑暗中反射回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深邃蓝色。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天王星也含有甲烷，但它的颜色却比海王星更浅，更偏向绿色。这是为什么呢？至今我们依然没有找到答案。航海家号没能发现海王星大气中有任何可以解释颜色差异的成分，因此这个谜题还得留待未来的科学家去解开。经过12年的长途旅行，航海家2号完成了对太阳系外行星的壮丽探索。这位微型探险家从地球出发，在广袤的宇宙间穿越了70亿公里，探访了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但在他迈向遥远黑暗的星际空间之前，还有一次最后的短暂会合。航海家号在海王星系统中取得了无数惊人发现，揭示了海王星拥有微弱的环系统和6颗新卫星。然而在最后几个小时，他还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近距离飞越海王星最大的卫星海卫一。在距离海王星云顶仅5个小时后，航海者号从4万公里的距离内掠过海卫一，传回了我们从未见过的这个神秘世界的第一张照片。这颗卫星首次被英国天文学家威廉·拉塞尔发现，距离海王星的发现仅仅17天。拉塞尔用他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这颗卫星，并为科学界带来了另一个奇迹。海卫一在随后的100年里一直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海王星卫星，直到1949年，天文学家杰拉德·科伊伯发现了第2颗卫星海卫二。此后海王星的面纱逐渐被揭开，但它的秘密还远未结束。当航海家号传回这颗遥远卫星的第一张影像时，我们立刻就明白了，和海王星一样，海卫一远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更加活跃。在太空最偏远的角落，这个太阳系第7大卫星并不是一颗冷冰冰、死气沉沉的岩石，而是一个充满地质活力的世界，特征与我们的预期完全不一样。由于北半球大部分都笼罩在黑暗中，航海家号只对海卫一的 40% 表面进行了拍摄。然而即便是这样有限的观测，我们也看见了一个奇特的地貌，稀疏分布的地形上有奇异的山脊和山谷网络在延伸覆盖。这一切都显示海卫一的表面很年轻，和我们那遍布陨石坑、古老荒芜的月球大不相同。尽管航海家号的仪器测得海卫一表面是太阳系中最冷的地方之一，温度低至摄氏零下235度，但它显然正在经历某种全球范围的火山活动。而这里的火山可不是我们在地球上熟悉的那种喷发熔岩的火山，这是个冰雪世界，表面覆盖着氮、水冰和2氧化碳的冷冻混合物。在海卫一上发生的火山喷发，其实是一种冰火山喷出来的冷冻混合物，水、氨和甲烷会从地表下喷发而出，并在极低的温度下迅速凝固。航海家号在近距离观测时，捕捉到了一系列南极地区的影像，显示出一种奇异的景象。平坦的火山平原间散布着一些明显的特征，最显眼的便是表面上至少50道黑色羽状物。航海家号的飞行速度很快，距离又相对遥远，因而无法对这些羽流进行特写，但我们推测它们应该是冰间歇泉的喷发痕迹，而那些黑色的条纹是羽流喷发后在地表留下的灰尘沉积。根据行星科学家诺亚·哈蒙德的说法，
能看到海卫一上那些喷到8公里高的活跃间歇泉，真是令人惊奇。我们认为这些间歇泉可能是由太阳蒸发表面淡冰而形成的。航海家号探测到的2个喷发的间歇泉都集中在海卫一最温暖的地方，那些受到阳光直射的区域。当阳光穿透表面的淡冰层时，它逐渐将淡冰变为气态。随着气体逐渐积聚，终于积蓄足够的能量突破冰层，将灰尘和碎屑带入大气层，形成高达8公里的冰雨流。对影像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在航海家号飞跃期间，至少有4个间歇泉正在活动中，将冰和尘埃喷到稀薄的海王星大气中，随后它们又在风的推动下落回超过100公里外的地表。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甚至已经可以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做出一些合理的推测。关键在于间歇泉的位置。从航海家号的影像来看，间歇泉倾向于在那些阳光最多的地区喷发。尽管从45亿公里外看来，太阳光是那么微弱，带到表面的热量也十分有限，但这样微弱的光照却在海卫一的特殊化学组成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似乎发生的现象是，阳光落在薄薄的淡冰层上，穿透到地表下的一层较暗的甲烷颗粒。这些甲烷就像地下的温室气体，将热量捕捉在地表之下，再反射回上面的冰层。这种小小的温差，仅仅约摄氏4度，就足以融化部分淡冰，产生气泡。最终，这些压力积聚的气体突破冰层，形成了冰间歇泉，将暗色的冰颗粒带到空中。虽然太阳的光芒微弱，但足以激活间歇泉，却又不足以推动其他地质变化，比如那些壮观的山谷和裂缝。看来，海卫一曾经有某种更强大的力量加热了这颗卫星，并彻底改变了它的地形。这种古老的能量来源可能与海卫一奇异的轨道有关。与其他大部分太阳系卫星不同，海卫一的轨道方向与海王星的自转方向相反。海卫一的逆行轨道显示出它很可能并不是海王星的原住民，而是一位后来的访客。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证据来看，海卫一以前可能根本不是海王星的卫星。为了搞清楚它究竟从哪里来，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更深的黑暗，穿越海王星系统，去探索那些更遥远的未知。直到最近，我们才确认太阳系中还藏着一个叫做柯伊伯带的区域。这是个超乎想象的地方，数百万个冰冻物体组成的巨大圆盘，从海王星的轨道一路延伸到至少50个天文单位之外，就像是小行星带的升级版，但规模要大上好几个等级。早在很久之前，我们就猜测这样的区域可能存在，但真正的证据直到1992年才出现。那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名叫15760阿尔比翁的冰冷天体。这次发现成为了我们对太阳系认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根据新视野号任务的科学家艾伦斯特恩的说法，柯伊伯带的意义非凡，因为那里距离太阳太远，冷的几乎达到绝对0度，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被完美的保存下来。这就像是我们太阳系的考古发掘，你把所有碎片凑在一起，就能重画太阳系的地图，搞清楚这里真正的奇怪角色是谁。而奇怪的不是冥王星，而是地球或木星。想象一下，把这样一件博物馆般的作品放置在太阳系中，一切都保存得如此完好。这种发现真的难以超越，在几十年的太空探索中，能如此深刻地重塑我们对太阳系的理解，真的屈指可数。阿尔比翁是自冥王星及其卫星卡戎以来首个被发现的海王星外天体，
这项发现引发了一连串的惊喜。之后我们在柯伊伯带中找到了超过2400个天体，而且我们认为那里至少还藏着10万个宽度超过100公里的天体。柯伊伯带就像小行星带一样，是由太阳系形成时的残余物质组成的，只不过小行星带主要由岩石构成，而柯伊伯带则是一个冰的世界，里面主要包含甲烷、水和氨。而正是这些成分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海唯一及其那奇异的历史。我们现在相信，海唯一可能就是从柯伊伯带中成长起来的，在那里它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冰冻物体一起围绕着太阳旋转，直到某些不可预测的事件，比如一场碰撞扰乱了它的轨道，将它抛进了海王星的引力圈。从那时起，海唯一就被拉离了柯伊伯带，成为了海王星的囚徒，并在这颗蓝色巨行星周围进行奇特的逆行轨道运行。今天，海唯一绕着海王星画着完美的圆圈，就像我们的月球绕着地球那样。但一开始，这颗新捕获的卫星几乎肯定经历了一段混乱的时期，它沿着一条广阔的椭圆形路径围绕海王星运行，每次旋转都从远处掠过又靠近，这意味着海唯一在绕行时经历了不断变化的引力拉扯，类似今天木卫一受木星引力作用一样。这些强烈的潮汐力引发了巨大的摩擦，加热了海唯一的内部，产生出比今天那些冰间歇泉还要狂暴得多的地质活动。随着这些潮汐加热的作用，海唯一古老的冰开始融化挥发，通过表面的裂缝和断层喷发出来，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参差不齐的地貌。而随着时间推移，海唯一的轨道逐渐变得稳定，变成了规则的圆形，摩擦减少，热量也跟着减少，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便是一个冰冷静止的月球，以错误的方式绕着海王星运行，那是它暴风般青春的永久伤痕。如今，那段狂暴剧烈的过去只留下了些许间歇泉的痕迹，由微弱的太阳光所驱动，在静止的表面上画出一道道黑色的条纹。当航海家2号以每小时超过6万公里的速度渐渐远离海唯一和海王星时，它行星探索的篇章也终于落幕了。虽然它将继续深入那未知的星际空间，但作为行星探险者的时代已经结束。这艘小小的探险船由上千人之手所造，照亮了黑暗，揭示了那些藏在40亿年夜空中的秘密。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回到那里。然而，随着海王星和天王星在我们的望远镜中越变越小，更远的地方还有另一个世界在等待我们首次造访。1930年1月23日的夜晚，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的洛厄尔天文台，一名年仅23岁的初级研究员克莱德·汤博用13英寸的占星仪，一台专为天文摄影设计的望远镜，捕捉到了夜空的图像。那是汤博在天文台1年多时间里拍摄的数百张照片中的一张。作为一个热情的业余天文学家，他凭借自己在家制作的望远镜画下的木星和火星的图纸，得到了一份天文台的工作。每天晚上，他都重负着相同的任务，对准天空中的特定区域拍摄，然后几天后再拍一次。这项工作虽然单调，但意义深远，因为就在这一系列几乎一样的图像中，汤博正在寻找一个全新的世界，那神秘的 X 行星。在日落后，远离城市的喧嚣，你会发现宇宙的幕布缓缓展开，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目的地，尽管我们和它之间看似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恒星来说，或许这的确是真的，但对于行星来说可不是这样。有时候火星、金星、木星和土星会霸占整片夜空，
这些闪亮的光点每晚都在星空中移动，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即便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看什么。当然，从地球的角度来看，它们还是离我们非常遥远，但这并不意味着那道鸿沟真的无法跨越。事实上，我们已经造访过这些行星，甚至开始迈向太阳系外围。然而，那些在黑暗中闪烁的光点，仍让人感觉它们和我们人类的生活相隔遥远。我们花费无数时间和资源去拜访它们，似乎像是一种奢侈的追逐。但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太阳系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系统，太阳、8颗行星、数不清的小行星、卫星、彗星，以及那些没被分类的冰块和岩石，它们都是在时间长河中一同诞生，并作为一个整体继续演化。我们很少去注意到这个系统的动态和相互关联的本质，直到一些极端事件提醒我们它们的存在。2013年2月，一颗重达 1.2 万吨的小行星以每秒60倍音速的速度冲进地球大气层，在空中爆炸，造成1500人受伤。而更早在1908年，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摧毁了800平方英里的森林，威力相当于有史以来最强的氢弹。我们的月球表面至今仍留下了这些来自天外的暴力痕迹，而地球上的大部分这类撞击痕迹早已被风化和时间抹去，加上人类历史上幸运的没有发生重大撞击，这让我们感觉似乎与宇宙相隔甚远。随着我们对太阳系历史的了解加深，行星间的相互依存性变得越发明显。人们或许以为行星的位置和排列是46亿年前在尘埃云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原始布局，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对行星的探索，再加上越来越强大的电脑模拟，揭示出行星轨道并不总是稳定的，尤其是在太阳系形成早期那段动荡的岁月里。一些细节仍然有待研究，但我们现在相信水星最初可能并不在现在这么近的位置，它被逐渐拖入到如今这条炙热的轨道上。木星和土星也可能在形成后不久向内漂移，随后又逆转回更外围的位置，但这之前它们的迁徙已经影响了火星和地球形成时的物质分布。大约在地球上开始有生命的时候，海王星和天王星可能被甩向外围，导致数十亿颗远离太阳的小天体的轨道发生混乱。这次狂暴的事件被称为晚期重轰炸，在月球那坑坑洼洼的表面上留下了记录，而月球本身或许就是45亿年前地球和另一颗火星大小的行星发生剧烈碰撞的产物。行星就像是太阳系的时间胶囊，它们的结构、组成、大小、旋转和气候都记录了它们的过去。正因为如此，了解地球以外的行星是我们了解自己的必要步骤。地球在太阳系中如此独特，因为它是唯一拥有复杂生态系统的行星。地球上生命的诞生和随后40亿年的演化需要一系列行星特征的支持，而这些特征和整个太阳系的演化息息相关。比如说，地球的表面必须拥有液态水，而这些水很可能是由冰冷的小行星和彗星在地球形成后带来的，或许正是木星把它们从外太阳系抛向内侧。地球的河流、海洋和湖泊能持续存在40亿年，这需要稳定的大气层来保持适宜的温度和压力，而这段40亿年的时间几乎占据了宇宙年龄的1/3。自从地球形成以来，太阳的亮度已经增加了25%，而地球能保持如此稳定的环境，这是多么不寻常的奇迹呀！在这个围绕着一颗不断变化的恒星的混乱行星系统中，一颗能维持生命而且长时间保持稳定的行星，
或许真的是极为罕见的。而对我们的姊妹行星火星和金星的研究，让我们更能理解地球的珍贵以及我们所处位置的微妙。40亿年前，当地球上生命刚刚诞生的时候，火星看起来也和地球差不多。它有海洋和河流，有活跃的地质活动，甚至具备了所有生命所需的成分。如今围绕火星运行的太空船舰队和探索其表面的漫游者们，正努力寻找火星上曾经或甚至现在可能存在生命的证据，也试图弄明白这颗红色星球是如何从一个潜在的天堂变成今天这般寒冷的沙漠。这个故事很复杂，但两个世界之间最关键的区别之一就是大小。火星的质量只有地球的1/10，这使它无法长久地保持内部热量、保护性磁场和稳定的大气层。火星是在与地球、金星相似的区域形成的，那么为什么它会这么小呢？答案或许藏在太阳系早期木星和土星的轨道变动中。至于金星，它的历史也许更为神秘，部分原因是探索这颗行星的难度极大。金星常被称为地狱的幻象，表面温度足以融化铅，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0倍，硫酸雨滴从天空落下。然而在遥远的过去，金星也可能和地球非常相似。或许在大约25亿年前，当一场失控的温室效应开始毁掉它的宜居环境之前，金星上曾经存在过生命。总的来说，这3颗大型类地行星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理解它们的过去，就是理解地球的未来，而理解我们的星球，就是理解我们自己。如果有外星天文学家从遥远的地方观察我们的太阳系，他们会把火星、地球和金星列为潜在的生命世界，因为这3颗行星都在太阳的宜居带内运行。在这个神奇的区域里，只要大气条件合适，行星表面就可以存在液态水。这3个世界或许曾经都有过适合生命生存的条件，也可能都曾经孕育过生命的踪迹。然而，今天的现实是，只有地球还支撑着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甚至孕育了文明。这一点其他2个世界根本无法相比。弄清楚为什么火星和金星在过去40亿年里走上了与地球完全不同的道路，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的脆弱性。这也让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的幸运究竟是奇迹般的意外，还是有某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必然性。行星是会改变的，我们现在的处境也随时可能发生巨变。一颗来自海王星轨道之外柯伊伯带中漂泊的冰冻彗星，也许随时都能终结我们的故事。更不用说我们人类自己，在自取灭亡这条路上，或许我们比一颗彗星还要快。金星能教会我们避免毁灭文明的方法，它告诉我们温室气体是如何彻底改变一个世界的。之所以有人难以接受人为气候变迁的威胁，是因为大气看起来那么虚幻而脆弱，就像不可能捕捉到足够的热量来显著改变地球的温度。对这样的人，建议一次金星之旅，那里的环境会把你压扁、煮沸，然后溶解在这颗曾经和地球如双胞胎般的行星表面上。所以，探索行星并不是一种奢侈的消遣。如果我们想弄清楚自己是如何来到这里的，我们就需要了解孕育我们的星球，以及孕育这颗星球的整个系统。我们是地球的孩子，也是太阳系的孩子。理解我们的历史有其重要性，因为它让我们的存在有了背景，有了故事。我们对那些数十万年前促使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事件了解的越多，就越会对这一切的奇迹感到惊讶。要成就今天的地球，
我们需要木星，需要彗星和小行星的协助，还需要46亿年前无数次的碰撞、合并和差点引发灾难的事件。当然，有人可能会反对这种思考方式，认为这些都太过远古。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的未来应该是我们最关心的重点。或许是这样，但我认为深入了解行星的演化对于我们在这颗行星上能否继续繁荣和生存至关重要。气候变迁的威胁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这还只是众多原因之一。我们的集体思维和视野决定了我们所做的选择。如果我们的想象力仅限于地球表面，那我们就会忽略我们拥有的巨大财富，也忽视了我们现状的脆弱。我相信更广泛的了解能帮助我们确保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地球距离太阳 1.5 亿公里，不太热也不太冷，表面温度在摄氏零下88度到正58度之间波动。这个绝妙的距离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气候，尽管经历了冰河时期和其他灾难的冲击，但在近40亿年里，生命之链依然未曾中断。然而，我们知道这种稳定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的太阳，就像宇宙中所有的恒星一样，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最终为恒星提供能量的氢将会耗尽，太阳也会进入它生命的最后阶段。届时，它会膨胀、冷却，变成一颗红巨星。对于像我们太阳这样的中小型恒星来说，这将是一场相对平静而壮丽的死亡。太阳会经历行星状星云阶段，最终成为一颗白矮星，随着时间的推移冷却，成为一颗暗淡的褐矮星。地球上的生命在太阳的中年繁荣发展，但这些美好的条件正在逐渐消退。最初，这些变化很难察觉，但再过个10亿年，对于当时地球上任何幸存的生命来说，这些变化将是无法忽视的。太阳将会变得巨大无比，温暖并改变它自己和它所照耀的地球。太阳既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也是最终的掠夺者。宇宙中最大的悖论之一就是，当像太阳这样的恒星进入暮年时，它的大小和光度却会增加。光度增长 10%， 地球的平均温度就会从15摄氏度升至47摄氏度。温度的急剧上升会引发海洋大量蒸发，产生一种迅速失控的温室效应，最终导致海洋完全消失，表面温度飙升。天体生物学家大卫·格林斯彭描述了这一过程，温室效应就是大气和太阳辐射互动的结果。基本上，太阳发出的可见光穿过大气层，到达地球表面。地球表面吸收了这些光，并以红外线的形式重新辐射出来。但红外线难以穿过大气层，因为其中有些气体，即温室气体，会阻挡它们。温室气体越多，地球的温度也就升得越高。对于海洋何时彻底消失，科学家的预测有很大差异，但很少有人怀疑，当地球迎来80亿岁生日时，末日已经不远。届时，温度将达到摄氏上千度，生命早已被烤得无影无踪。而当太阳进入晚年，膨胀为红巨星，它甚至会吞噬地球。到那时，这颗蓝色星球可能已经失去了月亮，失去了生命，只剩下它那荒凉的内核，和曾经的文明一样，只成为宇宙中一段遥远的记忆。但这记忆将铭刻在构成我们所有人的原子中，随着这些原子四散于宇宙之间。对于地球来说，时间在滴答作响，岁月的流沙在无情地滑落。但在宇宙中，地球并不是唯一享受过灿烂时光的世界。整个太阳系的历史，从远古到未来，
展现了一场行星们和变幻莫测的太阳之间的永不停歇的战斗。在靠近太阳的地方，有像水星这样古老的世界，他们早就输掉了这场与太阳的战斗，成为炙热星光下的灰烬。水星那焦灼的表面就像在诉说着，这里绝无可能生存下去。而远方的金星则像个旋转的熔炉，笼罩在厚重的毒云中，令人窒息。再往外，火星则是寒冷而贫瘠的一片死寂。在这些世界之外，是一片冰封的领地，冰冷的星球们蜷缩着，像是进入了永无止境的冬眠，等待着某一天太阳的温暖终于能到达他们的领域。那时，也许冰雪将融化，河流将再次奔腾，原本荒芜的土地会迎来春天。也许那遥远的未来，我们甚至能在那些曾经死寂的冰封世界上找到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我们的太阳系并不像我们曾经以为的那样永远不变，相反，它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舞台，每个角色都有上场和退场的时刻。这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变化和轮回。当一个世界退出舞台时，另一个世界便会迎来它的光辉时刻。在这所有变幻之中，只有一颗行星在漫长的太阳系历史中几乎一直保持着稳定，那就是地球。地球已经适宜居住了至少40亿年，这段时间里，周围的一切都在改变，唯有地球依然如故。那么，是什么让地球如此幸运？与其他兄弟姐妹们相比，它为何能保有生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细看地球本身，还需要审视整个太阳系，回到最初的开端。在太阳诞生后的最初几百万年，这里还没有地球，也没有其他行星。当时没有日出日落，没有白昼与黑夜，环绕着新生的太阳的只是一片巨大的尘埃和气体云。这片旋转的尘埃云是太阳形成过程中残余的物质，这些微小的尘埃反射着太阳微弱的光，逐渐凝聚，开始形成最早的行星种子。然而，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充满了无穷的随机和碰撞。大部分小颗粒根本没机会长大，它们被碾碎，重新回到那巨大的尘埃漩涡之中。只有极少数尘埃颗粒能够不断聚集，吸收更多的物质，最终变成具有足够引力的星子。至今，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理解那些比人类头发丝还细的尘埃颗粒是如何一步步凝聚成汽车大小的岩石体，更没有任何模型能完整解释行星是如何演化至今的。但我们知道，一旦这些小小的星子形成并突破1公尺大小的门槛，引力便成为推动这一过程的强大力量。这些星子开始互相吸引、碰撞，形成更大的岩块，直到最后形成月球大小的行星胚胎，称为原行星。随着原行星在拥挤的轨道上相互碰撞，一些会被摧毁，回归尘埃，而另一些则合并成更大的岩体，最终形成了一颗颗崭新的行星。在这样的碰撞中，每颗行星的诞生都是历经磨难的幸运儿，它们是幸存者，是那些被摧毁的无数世界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几颗。我们的太阳系中的4颗类地行星——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都是这样诞生的。它们的起源相同，都是由相同的成分组成，也都围绕着同一颗太阳运行。但为什么它们最终会变得如此截然不同呢？为什么只有地球这颗小小的蓝色行星能够孕育出生命之花？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深究太阳系的过去，深入了解每颗行星的独特历史，探索这些充满未知和极端环境的领域。这需要人类跨越数十亿公里的壮举。水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颗太阳系中最小的行星，距离太阳最近，
仅4600万公里。它以惊人的速度运行，每秒48公里，速度快得惊人，远超地球的30公里每秒。它必须以这样的速度运行，否则早就被太阳的引力吞噬了。然而，这也使得接近水星变得极为困难，你得飞得足够快才能赶上它，但又不能太快，否则就会失控冲向太阳。水星的探测直到最近才有进展，在漫长的岁月里，唯一一次近距离探测还是1974年和1975年由水手10号进行的。它成为了第一艘利用行星引力弹射自己到新轨道的太空船，借助金星的引力将自己送到足够接近水星的位置，从而拍摄了水星的第一批图像。水手10号只看到了水星40%的表面，拍下了2800多张照片，展示了一个与月球类似的布满陨石坑的世界。然而，真正让科学家们震惊的并不是那些照片，而是它传回的地质数据。这些数据显示，水星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它有着浓密的铁核心、残余的大气层，甚至还有磁场。今天，水星仍然是一颗充满谜团的行星，它有着太阳系中最不规则的轨道，一会儿距太阳4600万公里，一会儿又达到7000万公里。它的表面温度极端的变化，白天达到430度，而夜晚又骤降到零下170度，这是太阳系中温差最大的一颗行星。它的自转也非常奇特，每2次绕太阳公转，水星会自转3次，也就是所谓的3:2自旋轨道共振。这意味着水星上的一天长达地球上的176天。理论上，你甚至可以以步行的速度在它的表面上行走，让太阳永远停留在天空中的同一点，就像行走在永恒的黄昏之中。这样的世界故事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太阳系的变化无常，以及地球能有今天的生机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理解每个行星的过去，对我们了解地球的未来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故事里藏着的不只是行星们的命运，还有我们自己的未来。当你站在水星的某些地点，假如你是那位幸运的观察者，你会看到一个奇观，太阳竟然变成平常看到的2倍半大，并且在水星的一天中好像升起又落下了2次。太阳升起后，沿着天际划过一道弧线，然后突然停下来，再倒退回地平线，好像它决定多给你一次日出似的，最后才再度继续向下沉落，结束这奇妙的一天。水星的这些怪异景象大多可以用它绕太阳运行的奇特轨道来解释，但它那特别细长的椭圆形轨道依旧令天文学家困惑了好几个世纪。这不规则的轨道给人一种暗示，古老的水星也许曾是一颗和我们今天所见完全不同的行星。我们花了将近40年才得以再度接近这颗神秘的行星。2011年3月18日，美国太空总署的信使号成为首个进入水星轨道的太空船。接下来的4年里，信使号不仅成功绘制了水星全表面，还收集了丰富的地质数据。但在这一切成就之前，它得先采取一条或许是探索太阳系中最曲折的路线。要像1974年的水手10号那样飞进水星，已经是非常艰巨的挑战，但要让太空船真正进入水星轨道更是困难重重，几乎不可行。正如信使号任务的宇宙化学家拉里·尼特勒所言，要么太过于复杂难以实现，要么代价高昂到令人难以负担。挑战主要来自2个方面：重力和成本。从地球飞往水星的过程中，飞船会落入太阳引力井，随着越靠近太阳，飞船加速的速度就越快。如果直飞水星，不是会直接飞过头，就是需要大量燃料来刹车，
但这超过了实际可承受的范围。许多任务因此被束之高阁，停留在构想和纸上计划阶段。指导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华裔工程师陈万燕提出了一条全新航线，不仅能把太空船送入水星轨道，还能以相对低廉的 2.8 亿美元成本实现，信使号任务才得以正式启动。2004年8月3日，信使号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开始了漫长的6年7个月16天旅程。在它最终进入水星轨道之前，沿途经过了79亿公里的太空之旅。为了以正确速度和方向抵达水星，信使号采用了一条极为复杂的路线，利用多次绕过地球、金星和水星本身的重力辅助，来逐渐降低相对于水星的速度。最后，透过短暂点火大火箭发动机，信使号终于成功进入轨道，而无需携带大量燃料，这样使得它更轻盈、更经济，虽然到达速度因此变得相对缓慢许多。拉里·尼特勒形容信使号的旅程就像是在7年时间里偷偷接近水星，多次环绕太阳，多次飞越水星和金星，每一次飞跃都削减一些速度和能量，好让它在到达水星时能进一步点火减速，最终被水星那微弱的引力场捕获。2011年3月18日，信使号终于进入水星轨道，其轨道高度椭圆，一圈需要12小时，从距地表200公里的位置延伸到1万公里之外。这种轨道看起来对于一艘主要目标是接近水星的飞船而言相当奇怪，但这却是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旨在保护信使号免受来自水星灼热表面的强烈辐射。水星反射的阳光如此强烈，如果飞船没有足够的时间从高温中降温，那么固定飞船的焊料可能会融化。有了这个巨大的陶瓷太阳罩和偏心轨道的保护，信使号得以开始全面工作。接下来的2年里，信使号几乎绘制了整个水星表面的每一寸，并向地球传回了一系列震撼的图像，揭示出这颗行星历经了数十亿年的撞击痕迹。水手10号只能让科学家看到水星的一半地表，而信使号则为我们带来了水星的全貌。行星科学家南希·查伯特所解释的那样，在信使号之前，我们只看到了 45% 的地表，而进入轨道后，我们终于绘制了水星 100% 的地图，彻底了解了这颗坑坑洼洼的星球。陨石坑是它的主要地形特征。在水星数以万计的陨石坑中，最大的是卡洛里斯平原，这是一个直径1525公里的低地盆地，形成于太阳系的早期。虽然水手10号在1974年时首次发现了它，但因为当时光照不足，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半，而它的全貌直到信使号才得以揭开。信使号不仅揭示了卡洛里斯平原的巨大，还让我们看到了它周围2公里高的山脉和熔岩平原，这些山峰形成了一道约1000公里的边界。在这片盆地的另一边，撞击产生的大量物质形成了一系列的同心环，从盆地边缘延伸超过1000公里。这场撞击不仅改变了卡洛里斯周围的地形，也在水星的另一侧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信使号拍摄了一个叫做怪异地形的区域，位于与卡洛里斯正对立的地方，那里的地质构造异常混乱，极可能是由卡洛里斯撞击引发的地震波造成的。信使号的探索直到2015年任务结束，仍在继续揭开水星的秘密，甚至发现了让人惊喜的水冰。尽管水星距离太阳如此之近，但由于其自转轴几乎没有倾斜，因此在极地地区的一些陨石坑内永远不受阳光照射。这些冰冻的陨石坑因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温度一直保持在极低的水平，足以保存水冰数百万年。于是
在水星两极陨石坑那永恒的黑暗中，冰得以幸存，仅距炙热的太阳光几公尺之遥。这样的发现让人们对这颗古老的行星有了新的认识。尽管如此靠近太阳，水星依然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然而，信使号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发现还在后面呢。这次任务的重点是要揭开水星的古老历史，并提供有力的数据来验证我们关于水星形成和早期演化的理论。为此，信使号配备了一整套光谱仪，专门用来分析水星不同深度的成分。科学家们也做了不少预测，估计水星的化学组成应该会是什么样子。但没想到，当太空船开始嗅探水星表面的成分时，事情有些不对劲了。当伽马射线和 X 射线光谱仪开始分析水星表面各种元素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数据，像磷、钾和硫这些元素的含量远远超出预期。根据之前的假设，所有岩石行星形成过程中，重的元素比如铁会在冷却后向中心沉降，最后形成核心的大部分，而比较轻的元素，例如磷和硫，应该留在行星表面附近。而且像水星这样距离太阳很近的行星，这些容易挥发的元素理应早就被太阳的高温吹散殆尽。然而，信使号的数据显示，水星的钾含量居然相当高，而硫的浓度更是地球或月球上的10倍多。这些挥发性元素本应经不住太阳的炙烤，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它们却固执地留在了水星的表面。更重要的是，信使号还证实了我们长期以来对水星内部结构的猜测。水星拥有太阳系中比例最大的铁核，占行星半径的 75%， 而对比地球，这个比例仅超过一半。如此庞大的核心带来了一个古怪又不均衡的磁场，这表明水星内部的动力学可能与我们以往所见的任何行星都截然不同。所有这些发现让水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它的椭圆轨道表面那些丰富的挥发性元素，以及那颗超大铁核，似乎都在讲述着一个比我们原先想象中复杂得多的故事。唯一能解释这一切的可能性，就是水星并不是在它现在这个靠近太阳的位置诞生的。我们曾经以为行星的轨道是永恒且稳定的，它们就像时钟齿轮一样运作，以一成不变的节奏维持着太阳系的和谐。但信使号的数据告诉我们，这远远不是事情的全貌。其实，水星和其他岩石行星一样，都是在熔岩的火海中诞生的。随着时间推移，当这颗年轻的行星冷却下来，它的地壳开始凝固，最终形成了环绕太阳的轨道。然而，这条轨道并不像今天看到的那样，很可能当初的水星远比现在离太阳更远，也许超过金星，甚至远远超过地球的距离。当时的水星位于太阳系温和的区域，距离太阳的距离恰到好处，既不至于过热到使挥发性元素蒸发掉，又足够温暖，甚至可能适合液态水在其表面存在。也许那时的水星还拥有一层大气层，或许是一个孕育生命成分的水世界。然而，这些充满希望的开始并没有持续太久。今天的水星是一颗干燥炙热的行星，难以想象它曾经拥有过更温和的面貌。而随着时间流逝，我们也逐渐明白，太阳系中的这些行星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稳定，它们更像是彼此拉扯的天体，随着时间推移，相互之间的重力影响变得不可预测。如果只有一颗行星绕着太阳运行，那么我们可以非常精确地计算它的轨道。但一旦多了一颗，例如木星，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这样的系统变成了混沌的，
行星之间的引力作用开始变得错综复杂，使得它们的轨道充满了变数。时间越往前推，我们对每颗行星位置的把握就越模糊，最终我们只能依靠一些间接证据来拼凑它们的过去。就水星而言，信使号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这些间接证据。那些钾和硫等挥发性元素的丰富程度指向了一个可能：水星的起源一定更远离太阳，它曾经是一颗更宜居的行星。这一切让我们对这颗小行星有了全新的理解，它的故事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还要深远、复杂且充满曲折。那么，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一颗原本处在太阳系最佳位置，拥有一切潜力的行星，怎么最终落入了太阳炙烤的深处？答案藏在信使号给我们揭示的另一条线索中：水星那巨大的铁盒。水星相对于它的大小，拥有所有岩石行星中最大的核心，它的直径的 75%， 质量的近一半都是铁，而整颗行星的质量仅仅是地球的1/5。150多年前，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弗朗茨·恩克透过测量水星对彗星引力的影响，精确推测了水星的质量。从那时起，我们就隐约知道这颗行星不太寻常。根据水星的质量，我们能算出它的密度，进而估计它的成分，所以我们早就知道水星有些特别。但直到信使号，我们才真正开始了解这颗最小的行星到底有多离奇。透过精准测量水星的磁场，我们发现水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死寂无趣，它的内部有着由液态核心驱动的动态磁场，这意味着它的核心至少部分仍然是液体的。这可颠覆了我们对行星动力学的传统认识，因为按照常理，像水星这样的小行星应该早就散失掉内部的热量，就像火星因为体积小而失去热量一样。我们以为水星的核心早已冷却凝固，但信使号告诉我们，事情远莫那么简单。信使号还结合了对水星重力场的精确测量和表面的精细绘图，揭示了水星内部结构的独特性。它的地壳和地函由固体稀酸盐构成，下面是一层固体硫化铁，而硫化铁又包围着更深的液态核心，可能在最中心还有一颗固体内核。这种结构打破了我们对水星形成方式的所有想象。45亿年前，年轻的太阳系一片混乱，那时的新生水星位于比现在更远的位置，周围是漂浮的岩石碎片和数十个行星胚胎，彼此竞争着自己的位置。这是个行星生与死的混乱时期。然而，不只是水星受到了干扰，太阳系中最大、最古老的行星木星也开始移动。当一颗像木星这样的巨大行星改变位置时，几乎总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年轻的水星似乎被木星的引力踢向了内侧，迫使它开始向太阳靠近，走上了一条险恶的道路。在这种混乱的早期太阳系中，这种改变的风险极高，充满了危机。而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是水星历史上最激烈且最具决定性的转折点。当水星被推向内侧时，最终与另一颗行星胚胎相撞并破碎。今天，我们在这颗小行星的奇怪结构中看到这场灾难性碰撞的证据。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核心，水星的大部分外层及地幔都在碰撞中被剥离，消失在宇宙的深空。这次撞击不仅改变了水星的物理特征，还将它推得更接近太阳，最终形成了一条极为椭圆的不稳定轨道。这就是为什么水星的轨道在所有行星中显得格外特别。虽然我们无法100%确定这些事件，但基于现有证据，
科学家们已经成功构建出了一个合理的故事来解释那遥远过去所发生的难以想象的事件。这一切就是让水星从一个潜力无穷的位置被推到如今过于接近太阳，无法承载生命的灼热深处，彻底失去了它作为一颗宜居行星的机会。经历了4年的观测和发现水星古老秘密的激动人心之旅，信使号在2015年4月30日耗尽了燃料，最终以坠落的方式为这个曾充满希望的受尽摧残的世界增添了一个新的陨石坑。至于太阳系中距离水星最近的另一颗行星金星，它则披着厚厚的云层，似乎要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金星位于距水星5000多万公里的地方，从远处看起来比这颗焦灼的伙伴更像我们的地球。金星可能是所有行星中最神秘的一颗，它就位于所谓的宜居带边缘，这是一颗不愿透露任何秘密的行星。几个世纪以来，金星一直以它在清晨与傍晚的亮光诱惑着我们。它之所以那么明亮，是因为它本身是一颗和地球差不多大小的大行星，而且距离我们不算太远。笼罩它的厚重云层高度反光，反射了大约3/4的阳光，这正是金星既令人沮丧又充满吸引力的地方。即使透过最强大的望远镜，你依然看不到它的地表。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20世纪50年代，我们对它的地表情况还只能停留在猜测阶段。金星的秘密，直到我们勇敢地向它发射探测器，才开始被慢慢揭开。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们曾经认为金星厚重的云层下隐藏着一个与地球相似的世界，如果那里不是复杂的生命体家园，至少也有基本的生命形式存在。面对这层无法穿透的神秘面纱，我们的集体想象力开始奔腾，把它描绘成云层下有个充满生机、会呼吸的世界。在20世纪上半叶，这层裹尸布让我们坚信，太阳系中我们并不孤单。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是那时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他为金星神秘世界的传说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科学家一样，阿伦尼乌斯的好奇心在许多领域间徘徊，包括天文学。他对金星的环境做出了详细的推测。假设金星的云层是由水组成的，他在《星星的命运》一书中写道，金星表面的大片区域肯定是沼泽，这些沼泽创造了一个与地球热带雨林类似的环境。他甚至进一步描述，认为金星被厚重的云层所覆盖，这样的全覆盖能创造一个稳定且均匀的气候，不像地球那样有极端天气的变化。在阿伦尼乌斯的想象中，这种稳定的环境让金星上的生命可以在没有环境压力的状态下生存，不需要面对类似地球上自然选择的进化挑战。因此，金星被看作是一个在进化边缘徘徊的世界，充满了史前沼泽和神秘的黑暗森林。这些描述为当时的科幻作家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创作背景，让他们描绘那些可能潜伏在云层下的好奇生物。如今，阿伦尼乌斯因对金星那充满幻想的描述而出名，但他对地球气候的研究却显得不那么为人所知。1896年，他是第一位用化学基本原理证明大气层，特别是二氧化碳含量对地表温度有影响的科学家。这个过程被称为阿伦尼乌斯效应，也就是今天的温室效应。这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地球气候的理解，也成为解释金星云层下真实情况的关键。到了1920年代，随着地面技术的进步，我们不再依靠想象去描绘金星的样貌，而是用科学事实来填补空白。首次对金星大气层的光谱分析显示，
金星的云层中既没有水也没有氧气，这让一些人猜测金星的地表可能是一片干旱的沙漠。甚至还有人认为金星的空气中弥漫着甲醛，这让人们一度以为金星是一颗被腌制的行星。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地球观测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我们开始逐渐接近金星的真相。金星的大气中有着压倒性的二氧化碳含量，这不是一颗被水和氧气笼罩的星球，也不是被甲醛腌制的行星。事实上，它是一颗被二氧化碳包裹的世界，就像阿伦尼乌斯在地球上证明的那样。这意味着无论云层下藏着什么，其高温都超出了地球上最耐受的生命形式的极限。当第一艘探测器被建造并准备探索我们这颗姐妹行星时，显而易见的是，金星并不好对付，它也不会给我们热情的欢迎。1960年代初，苏联开始了一系列名为金星的计划，试图首次直接探索金星的大气和地表。金星计划的首次发射甚至在离开地球轨道之前就失败了，但他们并未放弃，并在数年内开始逐步取得一些成果。1961年，金星1号成功发射，计划进行近距离飞跃，但遥测系统失败，无法传回任何数据。据我们所知，金星1号今天可能仍在太阳的轨道上飘荡，而后来的金星3号旨在进入金星大气层，却在穿越时故障，无法回传任何数据，只留下了作为首个撞入其他行星表面的人工物体的历史地位。尽管失败连连，苏联人从未放弃。1967年10月，金星4号首次进入金星大气层，并发回支持地球观测的数据，证实金星的云层主要由二氧化碳组成，达到90%至95%，还有少量的氮气以及极微量的氧气和水蒸气。金星4号明确地告诉我们，金星绝不是第二个地球。当金星4号穿越厚重云层时，探测器测得的温度达到了摄氏262度，大气压力也增加到22个标准大气压。这些数据显示，距地表还有26公里时就已经如此极端。当它的降落伞打开并试图缓缓降落至地面时，它持续传回数据，直到最终确认它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与温度而宣告失效。随着后续任务的展开，苏联科学家一步步克服了金星的各种挑战。金星7号的设计是为了承受最猛烈的着陆，尽管降落伞未能完全展开，它还是在1970年成功到达地面，并使用其损坏的天线传回了23分钟的温度数据。金星9号更进一步，1975年，它不仅成功登陆并运行了53分钟，还成为第一个在金星地面部署相机并将图像传回地球的探测器。在那第一张从另一颗行星表面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岩石密布、荒凉而又陌生的景象，并确认了地表温度高达485摄氏度以及90大气压的压力。如此高的温度和压力，任何东西都难以生存。这次的发现彻底粉碎了人们对另一个地球的幻想。当金星13号在1981年10月30日发射时，整个任务的雄心和对成功的信心都来了一个大翻转。大家对于能够从金星地面传回资料这件事充满了信心和期待。金星13号在摄氏457度的高温和高达89个大气压的压力下，竟然硬撑了127分钟。探测器的相机展开，拍下了金星表面的第一张彩色照片。这是人类对这个神秘行星的新视角。它的弹簧臂测量了土壤的压缩性，而机械钻臂也不甘示弱，钻取了金星表面的样本，并用机载光谱仪进行分析。不仅如此，探测器上还有一个麦克风，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录下另一颗行星的声音。他捕捉到那些在金星表面肆虐的狂风声音，就像在告诉我们这颗行星的敌意。到了1983年，金星任务结束，人类对金星的敌意已经没有一丝怀疑。这个世界与我们曾经幻想的那个水世界相差甚远，这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美好的姐妹星球。当我们在宇宙中寻找一个如家般的地方时，金星却给我们展示了有毒、炽热的地狱景象。它在大小、位置和潜力上与地球几乎相似，但距离我们想象中的天堂却遥不可及。如果说水星的故事是一场轨道改变的灾难，那么地球的故事是平衡与稳定，金星的故事则是一场悲剧，是一个微妙而无情的堕落的故事。为什么金星的一切都出了差错？为什么这颗原本与地球那么相似的星球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把时间倒回到金星还年轻、充满活力的时代。40亿年前，金星是个熟悉的世界，它和地球一样诞生于相同的尘埃，大小相差无几，并且定居在一条看似离太阳足够远的轨道上，使得生命的基本过程得以启动。在各方面，年轻的金星和早期的地球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当它刚形成的地壳因高温而冷却沉淀时，大气层开始形成，这些气体来自于熔岩中释放的气体和捕获的星际尘埃云。当时这层大气中肯定含有氮气、氧气和二氧化碳，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相信它还有大量的水蒸气。在金星大气层的高处，这些水蒸气会冷却，转化为液态水。随着这一转变的发生，金星开始迎来它的第一场降雨，可能是整个太阳系中的首次。滂沱大雨落在金星干燥的平原上，慢慢的，这些雨水不仅落下来，还开始在地表流淌，形成河流，甚至浅海。金星可能比地球还早成为了一个水世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蓝色的金星曾经存在呢？不像火星，金星的表面没有明显的水流痕迹来告诉我们它有过河流或海洋。我们唯一能依靠的是一些间接的证据，来自美国太空总署先锋金星太空船1978年的测量。那次测量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金星大气中的氘，也就是重水含量比预期的多，远高于地球上的比例。这特别有趣，因为当两颗行星形成时，氢和氘的比率应该是差不多的。但由于氢比氘更容易从大气中流失，这意味着金星曾经失去了大量的水，这些水可能来自于它原本的海洋，这些海洋早在数十亿年前就已消失。正如宇宙化学家拉里·尼特勒所说，科学家相信金星曾经拥有大量的水，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水被蒸发，消失在宇宙之中，而这一切可能早在10亿年前就已发生。我们之所以能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对金星大气中氢的同位素比率进行了测量。普通的氢只有一个质子，而氘则多了一个中子，重量是普通氢的2倍。当水从行星上蒸发时，氢的氢分子更容易逃逸，而含氘的水分子则更多地残留下来。因此，随着时间流逝，金星上氘的比例越来越高，成为它失去大量水资源的证据。这些证据虽然不完全确凿，但足以为我们指明方向。由于我们无法直接探索金星的地表，只能依靠间接证据一点点拼凑出金星的过去。这就像我们对这颗行星的许多了解一样，是数十年探索累积的成果，从最初的金星任务，到先锋金星的轨道探测，再到最近的麦哲伦任务。
麦哲伦不仅传回了金星表面精细的雷达探测结果，还在他4年时间里绘制出第一张完整的金星地形图，让我们得以一窥这颗行星的真容。把数十年来探索中累积的所有数据汇集起来，我们终于能够深入了解金星的过去，并用同样的方法来模拟地球气候变迁的未来，为金星的气候进行建模。美国太空总署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一个团队最近的分析结果得出了惊人的一致结论：在遥远的过去，金星其实是一颗被浅海覆盖的原始水世界。有些估计甚至指出，这个蓝色的世界并不是昙花一现，它可能持续了将近20亿年，而直到大约7亿年前，这片海洋才逐渐消失。这真是一个迷人的想法，一颗与我们的地球如此相似的星球，拥有长时间存在的液态水。我们知道，在地球形成后5亿年内，生命就迅速在我们的蓝色星球上扎根。那么，如果金星真的增像模型所预测的那样潮湿，难道没有理由怀疑它也曾诞生过生命吗？但这些曾经的河流和海洋最终为何会消失，至今仍是个谜。隐藏在厚厚的云层之下，我们还没机会真正回到金星去寻找生命曾经存在过的任何蛛丝马迹。人类的注意力转向了火星，因为那颗行星不仅曾经有着肥沃的过去，还可能是未来人类殖民的潜在目标。今天的金星对生命来说似乎毫无希望，至少对于我们理解的生命形式来说，它实在太热、太恶劣，连任何过去水世界的痕迹都可能被极端的火山活动和巨大的压力抹去了。如今的金星是太阳系中自转最慢的行星，绕自己的轴心自转一圈需要整整243个地球日。这个所谓的恒星日与太阳日有所不同，太阳日在地球上指的是太阳重新回到天空中相同位置所需的时间。在地球上，恒星日大约是23小时56分，而太阳日刚好约为24小时，差异微乎其微。但在金星上，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大得多。一个恒星日需要243个地球日，而一个太阳日，也就是从日出到下次日出的时间，则需要116.75个地球日。这意味着金星上的每一天大约等同于地球的4个月。而且金星的自转方向还与地球相反，它从东向西自转，是太阳系中仅有的2颗这样做的行星之一，另一颗是天王星。因此，在这个有毒的星球上，一次日出就能持续好几天，慢悠悠地划过整个天空。金星的慢速自转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过去，这样的自转是如何影响这颗行星的加热方式？而这与今天相比，它的气候会有怎样的不同呢？今天的金星拥有所谓的等温气候，白天与夜晚之间，赤道与两极之间的温度几乎没有变化。这全归功于那厚厚的大气层，就像一条巨大的毯子一样，把太阳的热量均匀散布，唯一的温度变化来自于高度差异。然而，在遥远的过去，金星的大气层或许更像地球，当太阳连续数天猛烈撞击它的地表时，情况可能非常不同。我们知道行星的自转和气候密切相关，行星自转速度甚至直接影响其宜居性。直到不久前，人们还普遍认为金星的缓慢自转是由于它厚厚的大气层，这层大气实际上对它起到了刹车的作用。但最近的研究显示，金星可能曾拥有像地球现在一样稀薄的大气层，但最终仍以这样的缓慢自转收场。随着我们一点点拼凑出古代金星的样貌，开始看到这颗被云层笼罩的星球或许曾经有过与地球类似的大气层。当太阳照射在它的地表上一天长达超过200个地球日，
为了理解这个类地金星的气候，戈达德研究所的团队再次调整了模型，更确切地说，做出了一些假设。由于太阳照射时间过于漫长，海洋蒸发的速度大大增加，可能不利于维持一个稳定的水世界。但只需简单的调整金星表面旱地的比例，特别是在热带地区，结果就大为不同。模型显示，即使在慢速自转的情况下，金星也能保有足够的水，支持生命的诞生。结合这些数据，戈达德研究所的团队描绘出了一幅最新的金星图景。这是一颗与地球大小相同，拥有相似大气层的行星，白天持续好几个月，太阳缓慢地从西向东升起，照亮广袤的浅海，随后又缓缓落下。美国太空总署麦哲伦任务在1990年代获得的雷达测量数据，为这个失落的世界增添了最后一笔。当低地被水覆盖，高地露出水面时，就像看到了金星的大陆。这些都指向一个可能的结论：金星或许曾经是太阳系中第一个适合居住的世界。那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金星的命运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观察金星本身，还要观察它环绕的那颗恒星。毕竟，没有哪颗行星是孤立的存在的。就像所有的行星一样，金星不仅是行星和卫星、小行星和彗星网络的一部分，它更是太阳系的一份子。这个系统的一切运行都受到中心恒星太阳的深远影响。今天的太阳在我们的天空中炽热燃烧，给我们的星球提供了足够的热量，既不会让海洋结冰，也不会使它们沸腾。而金星的故事，或许就是因为那一点点距离的不同，走向了截然相反的结局。地球目前位于我们称作金发女孩区的完美位置上，不冷不热，刚刚好。但正如我们在这一章里看到的，太阳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可能不是我们明天看到的，也绝不是我们昨天看到的。随着我们的太阳逐渐变老，它也慢慢变得越来越热。这全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太阳核心的氦越积越多，这些氦主要是由氢核融合而来。随着氦的增多，太阳的核心开始收缩，这进一步使整颗恒星收缩起来，产生了更大的压力。结果就是核融合的速度加快，能量输出变得更降。简单来说，明天的太阳会比今天更热，这也意味着在太阳系的早期，我们的太阳确实比现在暗得多。这其实是所有主序星的生命周期，包括我们的太阳在内，作为宇宙中最常见的一类恒星，它们的生命周期已经被我们详细研究得一清二楚，让我们能对太阳的过去和未来有着精确的预测。时光倒转，今天的天文学家普遍认为，在40亿年前，年轻的太阳要比现在至少暗淡30%。这样一颗较冷的太阳，对整个内侧的行星系统必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地球应该会变得非常寒冷，接收到的太阳能量少之又少，但为什么我们的星球没有冻成冰块，这依然是个谜。相反，当时的地球上，生命刚刚开始萌芽，而我们非常确定地球上已经有了液态水。同一时间，大约在35到40亿年前，那年轻的太阳也让金星沐浴在比今天温和得多的阳光中。这个海洋世界处于它自己的最佳位置，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太阳相对暗淡，金星的类地大气层像是一层温暖的毯子，保持着表面的温度，包裹住了广袤的液态水。但即使有着额外的太阳能，金星依然比今天的地球凉爽得多。我们相信那时的气温就像地球上一个宜人的春天。当然，
这样的好景并未持续太久，年轻的太阳逐渐变得更加明亮，能量输出越来越多，温度逐渐上升。这开始让金星的海洋蒸发，更多的水汽进入大气层，让它变得越来越厚。随着表面温度的升高，大气变得更加密集，金星的命运也逐渐被决定了。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在地球上也很熟悉的过程——温室效应。温室效应，一个既能保护地球，又有可能毁灭地球的过程。简单来说，它就是阳光和大气如何相互作用的故事。当阳光照射到地球大气层时，有些会直接反射回太空，有些被大气和云层吸收，但大约 48% 的光线穿过了大气层，被地表吸收并加热。水蒸气和二氧化碳等气体对可见光是透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太阳的光芒。但当地球表面被加热后重新辐射回来的能量却是红外波段的，这些波段的辐射就会被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吸收，使地球保持更高的温度。这样的温室效应对地球是好事，如果没有它，我们的平均气温将是冰冷的-18摄氏度。但一旦打破这些气体的平衡，情况就会迅速恶化，正如我们目前在地球上所见的一样。在金星的过去某个时刻，越来越多的水蒸气进入大气层，温室效应越发严重，热量逐渐失控，直到最后一滴雨水还没到达地面就被蒸发殆尽。这就是金星的临界点。气温越来越高，更多的水蒸气进入大气，温室效应变得无法控制，最终将整个海洋驱逐得无影无踪。地表的高温甚至把岩石中的碳释放出来，与氧气结合，形成更多的二氧化碳，进一步加剧了温室效应。由于地表再也没有水，也没有任何机制能移除二氧化碳，它们在大气中不断积聚，最终让金星走上了今天这条被烧焦的道路。金星在太阳下的那段美好时光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地球上的我们应该谨记这一点，在温室效应这件事上，让地球保持宜人的温暖和让它变成炙热的炼狱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在这4颗岩石行星中，只有一颗成功的在过去40亿年中安然度过了太阳系的不稳定和变幻莫测，并保留了支撑生命的各种必要条件。水星早早就出局了，被抛向太阳，无法逃脱灼热的命运。金星一开始看似充满生机，却逐渐被沸腾的热浪所吞没，而火星这个宇宙中的小弟弟已经变成了一片冰冷的荒原。在所有的行星中，只有地球在这40亿年里维持着足够的稳定，使液态水得以存留在表面，大气层的厚度也足以保护这片土地，使气候始终不过于酷热，也不至于寒冷刺骨。尽管我们经历过无数次的动荡，温度也时有波动，但这些变化始终莫能越过生命可以承受的范围。在这个充满可能性与混沌的太阳系中，地球成为了稳定的标杆，而这份稳定的证据无处不在，散落在每一块岩石，每一道裂隙中。如今，地球被生命占据着，无数物种在陆地和海洋中蓬勃生长，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新物种被发现。即便灾难临头，地球仍然展现出勃勃生机。虽然物种有来有去，但生命的火焰却从未熄灭。它深深融入地球的肌理，是每一片大陆、每一汪海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命在维持地球大气平衡和调节温度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我们知道，这样的状况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东西伯利亚的堪察加半岛，地球上最难以生存的地方之一，
一片火山荒地中有着数以千计的温泉，而这里也栖息着一些最顽强的生命。极端的微生物在这里生存，能承受高温和极端的酸碱度，比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生命形式更加坚韧。堪察加半岛属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尽管它偏僻难行，但生物学家们仍然被这里的有毒、冒泡的泉水所吸引，试图寻找生命的踪迹。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对复杂生命体如动植物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因此在这里探索生命几乎只等同于寻找单细胞生命。那些细菌和古细菌，这些古老的微生物以某种奇特的方式适应了这般恶劣的环境。像乙酸酸叶菌 Acidilobus aceticus 这样的古细菌能在酸性达到温度高达92摄氏度的温泉中生存，而在热液区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像食醋脱硫菌 Desulfurella acetivolens 这样的细菌，它们生活在60摄氏度的热池中怡然自得。然而真正能经受住高温的硬汉却是这些细菌。在科学家研究过的最大、最热的池塘之一，发现了大量微生物在97度的水中活跃，这是目前已知的最热的陆地生命活动地点之一。但如果你想找到地球上最耐高温的生物，那么就需要深入到海底。在大西洋最深处，围绕着那些从海底喷出的黑烟热液喷口，我们发现了能在122摄氏度甚至更高温度下生存的古细菌菌株。这些罕见的生命形式生活在生物学的极限边缘，它们独特的细胞化学适应使微生物的蛋白质和核酸在高温中能够稳定发挥作用，而细胞膜中的脂肪酸和脂质也经过特殊改造，以在高温中保持稳定。也许还有比这些更加顽强的生命，我们尚未发现，但目前在堪察加半岛等地发现的这些是热微生物，已经表明了生命的局限性。自然选择的演化只走到这一步，虽然我们无法确切预言数亿年甚至数十亿年后地球上的生命会是什么模样，但我们知道生物学必须遵从热力学的规律，因此可以确定有一天地球会变得过于炙热，所有生命都将无法存活。当物理定律最终胜过自然选择，生命的选择也就走到了尽头，所有的生命都将迎来终结。这一天何时会到来，没人知道，但随着太阳逐渐老去并变得越来越炙热，地球的温度将逐渐飙升。如今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为 14.9 摄氏度，但只要太阳的光度增加 10%， 平均温度就会升至47摄氏度，并继续上升。气温升高将引发全球性的风暴，雨水会从大气中攫取二氧化碳，并将其锁进新形成的沉积岩中。树木和植物因为维持生存的二氧化碳被夺走而陷入困境，直到最终光合作用停止。我们这颗星球的肺、绿色植物和藻类将逐渐衰竭，所产生的宝贵氧气也会逐渐减少。随着主要食物来源的消失，食物链将会崩溃，地球上复杂生命的时代将彻底结束。或许是热的极端微生物还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上数百万年，但最终核物理的力量将会实现它的目标。随着平均温度超过100度，地球上的最后一丝生命也将消逝。我们可以肯定这将发生，因为我们能精确预测太阳的未来，甚至比预测地球的未来更加确定。我们对核物理的理解使得我们能洞悉恒星内部发生的变化，因而能看见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些答案就写在夜空中，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闪烁着，让我们得以窥见太阳的命运。例如，位于木夫座的大角星是北半球最亮德星之一，
它的质量大约和太阳差不多，也许稍微重一些。在遥远的过去，它的特征与我们的太阳相似，但如今它已经6到80亿岁，比太阳老了30亿年，并且不再是主序星，而是进入了红巨星阶段。它的燃料耗尽，直径膨胀到原来的25倍，光度达到了原来的170倍。尽管核心逐渐燃尽，它的光芒却依旧照耀。如果我们想看到更遥远的未来，可以仰望北方天空中最亮的星星天狼星。这颗星的质量是太阳的2倍，依然处于主序星阶段，但在天狼星耀眼光芒的掩映之下，隐藏着它的伴星天狼星 B 一颗已经膨胀为红巨星，外壳抛入太空后，只留下了像地球般大小的白矮星核心。这些恒星只是众多粒子中的2个，它们清晰地描绘了太阳最终的命运。这一命运将在未来约50亿年内降临。正如大角星那样，当太阳耗尽它的氢燃料时，它将膨胀并进入红巨星阶段，向外延伸数百万公里，首先吞噬掉水星。随着太阳继续膨胀，金星的命运也即将敲定。有些模型显示，地球或许刚好能逃过它邻居的火热末日，尽管那时的温度可能会飙升至1000摄氏度，但由于太阳的质量变小，地球的轨道被拉远，幸运地远离了这颗垂死恒星的灼热边界。地球和火星虽然已成为死寂的世界，但并未被摧毁，仍会像曾经被烈火烧过的残迹一样，继续在轨道上缓缓运行。这4颗内侧岩石行星的时代即将走到尽头，其中一颗曾经孕育了数十亿生命的行星，如今只剩下遥远的回忆。但在我们的太阳系中，还有另一族岩石世界的家庭，可能即将迎来他们的时刻。在小行星带之外，远离内太阳系那灼热光芒的几百万公里外，木星和土星这2个巨大的气体行星是另一族岩石世界的家。光是木星就拥有79颗已知的卫星，它们的形状和大小各异，就像一个卫星动物园。自从伽利略在400多年前发现了其中的4颗卫星木卫1、木卫2、木卫3和木卫4，这些后来被称为伽利略卫星的天体以来，我们就一直对它们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伽利略的望远镜甚至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在太阳系中位置的理解。如今，我们不再只是从远处，而是近距离探索伽利略卫星，发现它们是充满活力的世界。木卫1是个火山活动激烈的地狱，而木卫2的表面显示出令人兴奋的证据，暗示着冰壳下方可能存在着一片深不可测的海洋。木卫3和木卫4是伽利略卫星的最后2颗，和木卫2一样，它们都是岩石世界，表面布满水冰，也许它们各自也隐藏着深不可测的海洋。这3个岩石与冰冻的世界位于太阳系的边缘，在这里，它们受到遥远太阳的微弱温暖而沉眠，直到有一天，年迈的太阳会伸出炙热的手，将它们变成真正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土星，这颗行星的卫星家族也在不断壮大。在它所拥有的60多颗已确认卫星中，有着土卫6，这是唯一一颗表面拥有浓厚大气层和液体湖泊的卫星，尽管湖泊中的液体主要是甲烷而不是水。还有土卫2，这是一颗冰冻的卫星，和木卫2一样，可能在冰壳下隐藏着一片深海。在我们深入探索之前，无法确定土卫2冰层之下的奥秘，但卡西尼号探测器带来的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线索，让它成为下一代星际探险者最激动人心的探索目标之一。所有这些冰雪世界，如今都在太阳系寒冷的边陲沉眠，它们象征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当内太阳系的岩石行星化为灰烬时，
新一代的世界将等待着诞生。这些冰冻的世界将转变成温暖的海洋世界，被不断膨胀的太阳加热，直到我们的垂死之星最终坍缩为一颗白矮星。火星是我们梦想与噩梦的镜像。从肉眼看去，火星散发着淡红的色调，就像想象中的鲜血红色，它象征着战争之神，是审判的星宿。透过小型望远镜观察，它是最像地球的行星，一片朱砂色的沙漠与白色极地冰帽交织的景象。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去访问甚至移居的世界。在19世纪，有天文学家深信自己看见了火星上的飞机和山脉，甚至看见了运河。这些运河把融化的冰水从高纬度地区输送到干旱的赤道城市。英国著名小说家 H.G. 威尔斯在他的经典科幻小说《宇宙之战》中写道：那些横跨太空的生物，其智慧之于我们，就如我们之于那些灭绝的野兽般，他们的智慧冷酷而无情，极度地看向这颗美丽的地球。直到20世纪，火星的真实面貌仍然是个谜，因为它既小又遥远，很难用地面上的望远镜清楚观测。即使是摆脱了地球大气层扭曲效应的哈勃太空望远镜，也无法拍出完全否定想象的照片。只需要一点点的想象力，冰帽、高云和沙漠周围的黑暗区域就会被误认为是水循环的证据，进而推测植被随季节变化的进退。1965年7月15日，美国太空总署的水手4号探测器首次飞掠火星，拍下的影像彻底击碎了火星作为地球一具双胞胎或者潜在敌人的浪漫想象。那些影像显示了一个干涸的表面，与其说像我们的蓝色星球，更像我们干燥的月球。就在一夜之间，我们确定地发现，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能够支撑复杂生命的星球。当时的描述也反映了这一震撼认知的力量。1965年11月，原子科学家公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来自水手4号的消息》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信息是如此阴郁：水手4号的影像与辐射数据所带来的冲击，不仅仅因为它们颠覆了对火星的幻想，还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至少在太阳系中没有第二次机会。据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评论道：也许我们所知道的生命与人性，比许多人所想的更加独特。火星成为了我们在宇宙中孤独处境的象征，它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潜意识中，也许不那陌生。20世纪60年代的权力掮客们，甚至连总统在内，突然意识到，地球的脆弱与珍贵，远比冷战边缘政策下冷静的分析所能呈现的更加严峻。也许，探索所带来的视角总是会让人震撼不已。阿波罗8号拍下的那张名为《地出》的照片，蓝色的地球在灰色的月球映衬下，为动荡的1968年画上了一个美好的句点，也就像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隐约的预兆。作为回应，卡尔萨根合著了一篇论文，带着些许戏谑的暗示说，其实希望还没完全消失。水手4号只拍了22张照片，分辨率超过1公里，拍摄的地点正是火星的某片区域。而这里正是20世纪初，天文学家罗威尔在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天文台用望远镜绘制出那张著名运河地图的地方。罗威尔当年坐在亚利桑那温暖的沙漠里写道：火星很冷，但也不比英格兰南部冷，而英格兰南部无疑是可以养育文明的。萨根和他的合著者们则利用地球轨道上的气象卫星拍下的数千张分辨率相近的照片，结果只找到了一个明显能显示文明存在的特征，那就是田纳西州的40号洲际公路。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水手4号当初飞过地球，
它根本无法侦测到任何人类文明的迹象。我们从来就不期望在火星上找到智慧生命，但如果火星上真的存在着和地球相当的智慧生命，那么要发现它们，显然需要比水手4号更强大的摄影系统。1971年11月，水手9号任务给了火星文明的可能性最终一击。这是第一艘环绕另一颗行星运作的太空船，其摄影解析度高达每像素100米，但依旧没有发现任何过去或现在智慧生命的迹象。1976年，双胞胎维京号登陆火星，进行了一系列微生物实验，结果连微生物的痕迹都未能确定找到。NASA 官方报告中写道，火星土壤的化学成分十分神秘，或许正是它掩盖了任何潜在的生物活性。事后回顾，火星上并未充满生命的事实，其实并不令人惊讶。火星的轨道距离太阳比地球远8000万公里，接收到的太阳能不到地球的一半。它是一个小世界，大气层稀薄，几乎无法起到隔热或温室效应的作用。NASA 的好奇号火星车在盖尔陨石坑中测量到，火星的中午温度可达摄氏20度，但到了凌晨却会骤降至-120度。就像天择理论的独立构想者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在1907年所写的那样，如今任何在火星上输送水的努力都是疯狂的杰作，而非智慧生物的行为。没有运河，没有城市，也没有来自星空的羡慕目光。这颗红色行星是一片冰冻、极度干旱的沙漠，距离太阳太远，无法支撑复杂生命。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轨道太空船和登陆器们的观测揭示了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过去。曾几何时，这颗红色星球曾闪耀着蓝色的光芒，溪流沿着山坡流淌，河流蜿蜒穿过山谷，水从陆地流向天空，然后再从山脉和高原回到海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循环。这对行星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火星始终是一块惰性岩石，这一切其实并不会让人惊讶，毕竟它是一颗远离恒星的小行星。但地质证据是无可辩驳的，火星的表面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此，火星仍然是一个谜。作为一颗红色的游走之星，它激起了古人无尽的想象。作为望远镜中的小小影像，模糊且变化不定，它曾成为我们的宇宙双胞胎。当太空船飞过时，我们惊愕地意识到我们在宇宙中的孤立。那颗红色的星球，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逐渐被降级成为夜空中闪闪发光的另一颗普通岩石。但当我们终于着陆，我们发现了一个曾经适合居住且或许未来还能再次成为宜居之地的世界。火星的地图就像一本历史书，每一页都能读出一段故事。与地球不同，地球上不断的风化、构造活动和火山活动抹去了深层的地质历史，而火星却在大部分时间里相对静止不动。那些来自数十亿年前太阳系形成初期的碰撞伤痕依然清晰可见。那些古代灾难的记录只是覆盖在薄薄的尘土之下。NASA 的火星全球勘测者号花了4年半的时间绘制火星的地图，提供了海拔高度的详细差异。像在地球上一样，火星上也有显著的变化，但这颗较小姊妹星球的地质特征更大、更大胆。火星上最高的地方是塔尔西斯隆起，一个巨大的火山高原，拥有太阳系中最大的火山奥林匹斯山。奥林匹斯山的高度是珠穆朗玛峰的2倍多，足足比西边的亚马逊平原高出25公里，整个基底甚至大到可以容纳法国的疆域。
而水手谷，一条在塔尔西斯高原上留下深深疤痕的峡谷，则以发现它的水手9号命名。大峡谷的壮丽让地球上的任何峡谷都相形见绌。火星的最低点位于赫拉斯撞击盆地，这是太阳系中最大的清晰撞击坑。从火山口边缘的最高点到盆地地面，赫拉斯盆地深达9公里，几乎可以吞下珠穆朗玛峰。在这样的深处，空气压力是边缘的2倍，足够让液态水在狭窄的温度范围内存留在地表。对于一个小世界来说，这些都是极端的高度差异。从奥林匹斯山顶到赫拉斯盆地底部的落差超过30公里，相较之下，在更大的地球上，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深处的挑战者深渊之间也只有20公里的差距。火星上最让人注目、最古老的高低差，莫过于它南北半球之间的巨大海拔差异，称之为全火星球二分法。火星就是这么个不对称的世界。北半球的海拔平均比南半球低了 5.5 公里，这让它们像是2个截然不同的星球拼凑在了一起。至于这种二分法是怎么形成的，科学界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只知道它在火星的早期历史中就已经出现，大概在40亿年前，在乌托邦盆地和克里希盆地这些大撞击事件发生之前。后来，北部的低地经过一段火山活动，重新焕发了新生，就像月球上那些光滑的海洋一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北部的低地比南部那更古老的地区有着明显更少的撞击坑。火星上最古老的地形位于南部的诺阿基斯泰拉区，那里遍布陨石坑，让人联想到月球的背面。即便是这片地区的小陨石坑，也显得饱经风霜，受到了长期侵蚀。这说明液态水在这里的存在，虽然不见得是持续不断的，但至少是经常性的。诺阿基斯泰拉还有干涸的河谷和古老的三角洲，证据显示水层在撞击坑中汇聚，甚至从坑壁溢出，形成相互连接的湖泊网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曾经的火星是一个更温暖、更湿润的世界，至少在某些时候是这样的。而这些证据刻画在诺亚古老的土地上。相较之下，西斯皮里亚平原的地形要年轻得多，显示出水定期侵蚀的痕迹较少，但留下了偶尔发生的巨大洪水冲刷的伤痕。这些洪水短时间内席卷深谷，可能还形成过临时的大型湖泊或海洋。至于亚马逊平原区，几乎看不到任何流水的迹象，撞击坑数量也较少，活跃的火山活动的痕迹也几乎没有，这表明它是在相对较近期形成的，那时火星的地质活动明显已经冷却下来。诺亚区、西方区和亚马逊区的地表特征历经数十亿年保持着它们的样貌，因此火星的地质纪元也因此得名，每一个时期都被它特有的地形和形成它们的气候与地质活动所标记。诺亚时期是火星最早、最潮湿的时期，这大约发生在40亿年前，与地球上生命起源的时期重叠，那时2颗行星的条件看起来非常相似。火星的大气层可能比地球的大气层还要浓厚，主要由2氧化碳组成。但关于这样的大气层如何让火星变得足够温暖，并带来潮湿的气候，以及这样的大气层为什么会消失，仍然是个巨大的未解之谜。目前在火星轨道上的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 MAVEN 的火星探测器正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而设计的。大约在35亿年前，当生命在地球上逐渐站稳脚跟时，诺亚时期结束了，火星开始变得越来越寒冷和干旱。赫斯珀利亚时期则是一个灾难性洪水的时期，
从诺亚时期的晚期一直持续到大约30亿年前，那时火星进入了如今的冰冻、干旱阶段，偶尔还有火山活动和大规模冰移的现象，但几乎看不到流水的迹象。从赫斯珀利亚时期末期到现在，火星经历了长达30亿年的冰冻期，我们称之为亚马逊时期。这就是我们对火星的了解的简要总结。对行星科学家来说，这些过程提出了许多难解的问题。既然火星在它的早期历史里是一个温暖、潮湿且似乎稳定的世界，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大气层的丧失，让它陷入如今这般干旱的困境？火星上的水去哪里了？它是完全消失在太空中，还是仍然以地表冰、地下岩石或水库的形式存在着？如果水还在，那又还有多少可以利用？我们能不能利用火星这些古老的水资源来支援未来的人类殖民地？最重要的是，火星上的生命是否曾在诺亚时期出现？那会不会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相一致？那么，这些生命今天还能在火星上存在吗？目前围绕火星轨道运行以及在火星表面漫游的这些太空船们，正是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而设计的。今天的火星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动的星球。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联系是由火星勘测轨道器维持的，它就像是连接2颗星球的桥梁。火星勘测轨道器上搭载着高解析度成像科学设备仪器，足以看到火星表面上篮球般大小的物体。还有火星彩色成像仪，可以监测火星的天气。轻巧型的火星侦察成像光谱仪则可以辨识矿藏，尤其是那些曾在液态水存在下形成的矿物。与火星勘测轨道器一起运作的还有火星大气与挥发性演化任务。这艘没有摄影机的太空船在火星表面上方150公里到6000公里之间的轨道上运行，测量不同高度的大气成分，观察太阳风如何剥离火星上稀薄的大气。而火星奥德赛号则是这支轨道舰队中的老兵，从2001年抵达火星到今天，它依然在极地轨道上运行，主要目标是寻找地表的水冰。欧洲太空总署的火星快车则致力于提供高解析度的照片、矿物学数据、近地表雷达调查和大气测量，包括寻找与生物活动相关的甲烷气体。印度的曼加里安探测器虽然主要是一个技术展示器，但它同样携带了一些用于探测大气成分的仪器。最新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是欧洲太空总署与俄罗斯联合推出的 ExoMars 微量气体轨道飞行器，它将观测火星大气的季节变化并寻找地下水沉积物，并为即将于2021年着陆的 ExoMars 漫游车提供通讯支持。至于目前在火星地表活动的探测器，则包括机遇号和好奇号这2位明星。机遇号在2004年1月25日降落在靠近火星赤道的子午线平原，本来计划的寿命只有90个地球日，但它一直工作到2018年6月，一场覆盖了它太阳能板的全球沙尘暴才让它停止了运作。历经14年多，走过45公里的路程，机遇号探索了坚韧号、维多利亚和奋进陨石坑，成为喷气推进实验室工程师们卓越技术的最佳证明。2019年2月13日，机遇号最终被宣告死亡。而火星上的年轻兄弟好奇号则是目前火星探测器中最大、最降的，它是人类有史以来降落在其他行星上的最复杂、能力最降的探测器。好奇号的着陆本身就是一场大胆的工程壮举。2012年8月5日，太平洋下令时晚上10点31分 ，NASA 好奇号任务运营负责人、华裔科学家艾伦陈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亲眼见证了这场着陆，
紧张的局势无不反映出此次任务的高风险。艾伦沉江这段降落称为恐怖的7分钟，7分钟的时间要操控一艘花了8年时间设计和建造，成本超过25亿美元的航天器，以每小时21000公里的速度穿越火星大气层顶部，并在地面上软着陆。这段旅程充满了挑战，反映了火星探测中每一步都是对技术和勇气的极限考验。火星科学实验室的任务就像航行者号、哈勃太空望远镜、维京号和卡西尼号那样，都是充满风险的旗舰级科学探索，当然也伴随着成本超支、进度延误和各种争议。这些问题其实一点也不稀奇。全新技术、雄心勃勃的科学目标，这些东西本来就很难实现，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科学回报。现在回头看，谁还会质疑这些任务的价值呢？他们带来了探索史上一些最伟大的发现，还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照片。然而，这并没有阻止那些精打细算的科学家或者跟他们竞争的同行们继续提出异议，即便这些异议带着预算压力，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是否要取消任务。科学的资金几乎总是来自政治阶层，而他们对知识的看法是彻底的功利主义。探索对我们来说是人类心灵的一部分，是面对自身存在奥秘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政治家们通常不会在意这一点。至少，这种深层的价值只有偶尔会引起重视，像是约翰逊总统那样的时刻，而不是某些比较实用主义的领导者。也许，仅仅也许，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和人性，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独特。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取消一个项目可不意味着资金会转给另一个项目，更可能的是，这些预算就干脆被删掉了，科学因此受损。事实上， NASA 的另一个旗舰任务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也面临过同样的困境。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开发成本也曾大幅超支，发射时间也比原计划晚了很多年。事后回看，有任何理性的太空科学家会不承认哈勃望远镜是值得的投资吗？但要知道，在当时那种火药味十足的氛围里，无论你有多理性，多有哲学思考，都难以减轻火星科学实验室任务可能失败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因为着陆失败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也同样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挑战。要把近1吨重、精密脆弱的漫游车精确送到火星表面，这绝对不是小事。或许也正因如此，所选择的工程方案才显得这么大胆，甚至可以说有点疯狂。火星的大气层很薄，当探测器以比子弹快10倍的速度穿过时，减速非常困难。然而，大气层的厚度又足以产生强烈的摩擦热，甚至足以摧毁航天器，且大气层的湍流也可能让无人驾驶的飞行器筑陆点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样的挑战让原本显而易见的工程方案变得不可行，你不能只靠降落伞漂浮下来。在20世纪70年代，维京登陆器使用了空气刹车、降落伞和减速火箭的组合，成功登陆火星。但好奇号的工程团队拒绝采用这个久经考验的方案，因为它无法提供足够的精度，也无法达成大尺寸漫游车需要的平稳着陆。维京登陆器的腿像坦克一样坚固，而好奇号的需求则完全不同，它需要精确的轮子去探索地表，所以不能留下那些笨重的下降火箭系统。至于机遇号，它的姐妹船勇气号和更早的火星探路者号采用了空气刹车、降落伞、火箭和安全气囊的组合来减缓冲击，但好奇号的体积和重量
比这些早期漫游车重了好几倍，它的质量超过这些老前辈的5倍多，所以用气囊来缓冲着陆是不可行的，因为缓冲所需的气囊系统本身就会太过庞大。机遇号的降落系统重量几乎是火星车本身的2倍，这对于好奇号来说是行不通的。任务负责人亚当·斯泰尔兹纳把好奇号所选择的进入、下降和着陆程序 EDL 描述为理性工程思想的结晶。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道理：理性工程思维和普通常识，至少是普通人理解的常识，并不总是重合的。对于未经训练的人来说，好奇号的 EDL 程序看起来像是一场疯狂的冒险，也许过于复杂，但实际上这套方案是合理的，而且它确实奏效了。2012年8月5日晚上10点23分，好奇号裹在它的保护外壳里，迎来了与火星大气层的第一次接触，这里距离地表大约125公里，当时它的速度约为每小时2万公里。在这个阶段，太空船完全依靠机载电脑自主导航，地球任务控制中心无法进行任何干预。这是星际任务中首次采用自主引导进入系统，通过推进器和平衡质量弹射的组合来改变飞船的质心和轨迹，并精确引导它前往选定的筑陆点，精度大约在10公里左右。与之前的登陆器不同，这次的引导轨迹而非弹道轨迹，为好奇号提供了更多的着陆地点选择，而先前的登陆器需要围绕名义着陆点约100公里的平坦安全的土地。但这一切也要求火星车能够自己驾驶。当好奇号成功着陆火星的那一刻，从火星传回地球的讯号需要超过13分钟，这让加州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完全无法进行实时控制，只能静静等待结果。好奇号的下降过程中，第一阶段由名为 PICA 分权浸渍碳烧蚀剂的特殊隔热罩保护着它，以抵挡进入火星稠密大气层时摩擦产生的惊人高温，那可是接近2000摄氏度的峰值温度。进入阶段约莫过了4分钟，好奇号的超音速降落伞在距地表11公里高的地方展开，把速度从每小时3000公里降到可控范围。这个降落伞非常庞大复杂，80条长达50米的悬挂线连接着16米的伞盖，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装置。在降落伞的帮助下，好奇号的速度进一步减至每小时700公里，并且在离地8公里的高度抛弃了隔热罩，这让机载雷达终于能够看到地面，进而进行精确的高度和速度测量。当降落伞完全展开，好奇号在相对浓密的火星低层大气中漂浮了大约80秒，速度逐渐减慢。接着，在 1.8 公里的高度，好奇号还在以每小时280公里的速度前进，然后它脱离降落伞系统，开始自由落体的阶段。这一刻， NASA 任务时间线上的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NASA 官网形容，对于工程师来说，这就像第一次从飞机上跳下来一样，令人心跳加速。自由落体的目的是让好奇号远离降落伞系统，以确保当它继续下降到距地表300米时，反向火箭的点火不会把它送回降落伞的方向。对于早期的维京号助陆器，这个阶段就是最后一步了，但对好奇号来说，这只是开始大胆的最后一段旅程。在火箭将火星车降至20米高度后，它几乎悬停，速度降到每秒不足1米。接下来，好奇号缓慢地从火箭支架上放下来，靠着3条尼龙绳和一条 7.5 米长的电缆相连。为了避免火箭喷流损坏火星车，其中4个火箭特意以一定角度偏向发射，
让整个系统以类似步行的速度靠近地面。当距地表仅5米时，好奇号的轮子展开，为这个耗时8个月的地球旅程做好最后的准备。晚上10点32分，火星车确认它的轮子已经踏上火星表面，并通过电缆向空中起重机发出最后一条命令：我准备就绪，可以放手。然后剪断电缆，火箭支架飞向远方。经过5亿公里的漫长旅程，好奇号终于安全抵达火星，距离预定的筑陆点仅有 2.4 公里。这是一次工程智慧与才华的辉煌胜利。好奇号的目的地是盖尔陨石坑，这个直径150公里的巨大坑洞形成于火星的诺亚纪晚期或赫斯珀利亚时期，当时火星表面至少偶尔还存在液态水。延续天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陨石坑的名字取自澳大利亚业余天文学家沃尔特·弗雷德里克·盖尔，他在火星上观察到了许多地质特征，并以列彗星闻名。盖尔陨石坑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那座名为夏普山或风神山的中心山峰，它比陨石坑底部高出了超过5公里。关于夏普山的形成方式，科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不过，从轨道上看，沿着它的山脊可以见到分层的岩石，暗示这些沉积岩曾经填满了整个陨石坑，随着时间推移沉积下来。随后，无情的火星风侵蚀掉了周围大部分的岩石，再次露出了古老的火山口底部，而中央的高大结构则奇迹般地保存完好。这些深层暴露的沉积岩对地质学家来说是个金矿，因为岩石的横截面就像时间的横截面，可以追溯到火星的远古历史。当好奇号沿着夏普山的山坡往上爬时，它其实就是在走进火星的时间深处，而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则透过它的镜头，一步步追随着这段时光之旅。美国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副计划科学家乔伊·克里斯普曾在发射前几周解释了选择这个着陆地点的理由：夏普山可能是整个太阳系中最后的暴露沉积层之一。这些地层中的岩石记录保存了数十亿年前的故事，诉说着火星是否、何时以及多久适合生命存在的故事。就像地球上大峡谷裸露的岩石揭示了我们行星的过去一样，夏普山的沉积层是一本被火星风打开的故事书，等待好奇号一页页去探索。好奇号从平原上的筑陆点行驶了将近19公里，来到了夏普山的低坡，沿途它在每一个有趣的地方停下来，详细记录着火星的地质环境。好奇号的科学仪器套件是目前太空船上安装的最先进设备之一，它是一个移动的地质实验室，能够分析火星表面和地表以下的岩层。NASA 喜欢用缩写，好奇号用 SSS 表面采样与科学系统来取得样本。这个系统由3个部分组成： SASPAR 样品采集、处理和处理子系统 SAM 火星样品分析仪器，以及 CHEMIN 化学和矿物学仪器。SASPAR 装在好奇号机械手臂的末端，最主要的组件包括一个整合的铲子和样品处理系统 CHIMERA， 还有一个用来钻取地表和地下样本的钻头。CHIMERA 这个名字可能是 NASA 所有缩写中最具创意的，它发音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奇美拉，那个多头怪物，象征着这个收集和处理火星岩石样本的工具。这些样本数据会被传送到 SAM 内含气象色谱仪、质谱仪和可调镭射光谱仪，和 CHEMIN 太空中第一个 X 射线衍射实验装置。这些都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解读火星的矿物样本。从好奇号传回的科学数据才刚刚开始发挥作用，旧的数据还在持续分析和发表。而随着它一步步爬上夏普山，
新的数据正在源源不断的到来。目前的发现完美契合了我们对35亿年前火星环境的想象。那时的盖尔陨石坑处于温暖潮湿的行星上，这次的探索更进一步细化了我们的认识。2012年10月初，好奇号漫游车停在了一个地质学家们叫做盐巢的地方，挖掘出了一些火星土壤，并把灰尘、泥土和细粒的样本送入 SAM 仪器中，加热至摄氏835度。在这场烘烤中，好奇号检测到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氧气和硫化合物的存在。SAM 的进一步分析还显示，这些土壤中含有碳酸盐，这是一种在有水的情况下形成的物质。最令人惊喜的发现莫过于，盐巢的土壤不仅间接证明了古代火星上水的存在，甚至还有水的痕迹。样本中大约 3% 的质量竟然是水，以极小的短暂存在的咸味液滴形式悬浮在其中。此刻的好奇号正置身于一个失落的古湖底之中，这是一个在诺亚纪到赫斯珀利亚时期充满盖尔陨石坑的湖泊。沉积的样式显示，这个湖泊经历了数千万年反复的水位上升和下降。陨石坑周围的边界曾是溪流、三角洲和池塘的短暂景观。当好奇号降落在这条从陨石坑边流下的古河床上，它发现了硫、氮、氢、氧、磷和碳，所有生命所必需的成分。NASA 火星探索计划的首席科学家麦克梅尔在2017年8月总结结果时表示，这次任务的根本问题之一是火星是否能够支持宜居的环境。他的回答是，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答案是肯定的。到了2018年6月，又有2项新发现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火星曾经宜居，甚至也许今天还具备这样的潜力。好奇号在地表下几公分深的泥岩中发现了复杂的有机分子，这些泥岩是由湖床上沉积的淤泥形成的。这意味着当盖尔陨石坑充满水时，所有生命的基本成分已经在这里存在。检测到的分子包括苯、甲苯、丙烷和丁烷。更加引人入胜的是，好奇号还观测到了火星当前大气中甲烷水平的强烈季节性变化，这强化了先前在火星轨道上对甲烷峰值的观测。更重要的是，甲烷的浓度在温暖的夏季达到峰值，并在寒冷的冬季下降。如果甲烷的来源是生物，那这正是我们预期的模式。不过，这并非现今火星上有生命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一些人认为，这种季节性变化可能完全是由地质过程造成的，尽管如果是在地球上，科学家可能更倾向于生物解释。即便如此，谨慎的麦克梅尔在2018年6月仍表示，火星上有生命迹象吗？我们还不知道。但这些发现告诉我们，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科学是一场谦虚而谨慎的追寻。自从维京时代起，我们就知道火星土壤的化学组成是出了名的复杂，很容易误导那些掉以轻心的科学家。因此，我们应当保持冷静，把这些证据留在那里。但好奇号依然勇敢地继续它的旅程，探索火星的地质历史。毫无疑问，它现在行走在一个古老的湖床上，在30亿年前的某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里的环境极为适合生命的存在，并且所有的成分都在这里集齐。虽然我们不应对目前的结果过度猜测或解读，但我们不妨让想象力稍作停留，想象一下盖尔陨石坑在诺亚纪晚期时的模样，那是各生命在它的姐妹星球上逐渐站稳脚跟的时期。我们站在湖边，湖水在强风的吹拂下时满时亏，水源来自遥远北部边界融雪后的径流。在夏普山如今所在的位置，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岛，
破开湖面的蓝色，并不是如今这座高耸的山，而是陨石撞击后留下的小小中央山峰。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每当火星的黄昏来临，苍白的太阳在西边的地平线外慢慢落下，光线在平静的湖面上微微闪烁，被陨石坑边缘的山峰投下的阴影打断。一个日晷在记录着这片湖中火星微生物的时光流逝。我们从探索月球的经验中发展出的陨石坑技术，让我们能够把今天对火星的观察放到历史的脉络中。这些技术让我们能建立一个相对精确的时间表。比方说，如果我们看到了水曾经流过地表或在陨石坑中聚集的证据，并且用陨石坑技术来确定这些区域的年代，那么我们就能大致估算出水何时流动，又何时消失。好奇号如今就在盖尔陨石坑里冒险，描绘出那里曾经发生的一切。陨石坑技术帮助我们估计时间，这是对于漫游车的地面测量之外的辅助支持。最近利用火星勘测轨道器拍摄的影像分析发现，盖尔陨石坑中有375个陨石坑，大小从88米到23公里不等，这意味着它的年龄约为36.1亿年，误差范围约6000万年。这些数据显示了陨石坑的形成，还有一些发生在诺亚纪晚期和赫斯珀利亚早期的地质事件。这个时间框架也和其他类似年龄的地点所发现的水存在的证据相一致。在科学中，这种一致性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一个地点或一组观察结果可能让人觉得很惊奇，但只有经过多次独立的确认，它们才真正有说服力。多次独立的观察能减少不确定性，也让科学家对他们的理解更加自信。我们的目标是了解人类从未亲临的古老景观上的事件顺序，因此谨慎和一致性都是必不可少的。毕竟我们目前只有一台活跃的漫游车，好奇号的着陆是罕见且受限于特定地理区域的，因此对火星更广泛区域的轨道观测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火星勘测轨道器的高解析度成像科学设备相机提供了一些太空探索史上最美丽、最详细的高解析度照片，覆盖了火星 99% 以上的表面。在这些图像中，可以看到小到1米宽的特征，甚至还能在红外线下工作，帮助我们识别表面的不同矿物。火星勘测轨道器图库里有许多令人惊叹的照片，显示了火星上曾经存在的湖泊和河流系统，尤其是在南部高地的诺亚地形中，这些河湖的痕迹清晰可见。像 Jezero 陨石坑这样的地方，清楚显示了蜿蜒的河道最终流入三角洲的景象。使用可见光和航天器光谱仪数据制作的图像，也揭示了从陨石坑流出的清晰河道，并且在曾经有液态水的地方形成了碳酸盐和粘土矿物。正是基于这些观察，杰泽罗陨石坑成为 NASA 火星2020探测器的3个主要目标之一。最近的一些发现与阿拉伯泰拉地区有关，这里位于南部高地和北部大低地之间，谁可能曾从这里流向北方的海洋？伦敦大学学院和开放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火星勘测轨道器的高解析度影像，对这片相当于巴西大小的地区进行了研究，绘制出一个超过17000公里长的古代河道网络。这些河道不是通常见到的干涸河谷，而是一个倒转的河道网络，河床上堆积着凸起的沙子和砾石，当周围的土地被侵蚀时，这些沙砾依然坚持留存。在地球上的犹他州、安曼和埃及的沙漠里，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幽灵河景象。这些幽灵河的存在使得阿拉伯泰拉地区被确认为一片化石化的红泛区，
有点像地球上恒河下游的低地交界，即山河与海洋之间的过渡区。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引发了关于诺亚时期火星气候本质的长期争论。虽然没有人质疑火星上曾经有河流或是湖泊的存在，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水体存在了多久？火星是否曾长期温暖湿润，还是它大部分时间都是个冰冻的星球，水偶尔融化，可能是因火山活动或行星轨道变化所引发的。这个争议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气候模型显示，模拟出一个足够厚的古代火星大气层，已在数亿年间提供稳定气候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大气层会很快消失，导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火星。例如，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罗宾·华斯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地球化学和地形学证据显示，诺亚时期晚期的水文循环可能是间歇性的，而非永久持续的。最新的火星气候模型显示，早期火星的水资源有限，间歇性的融化或许更符合诺亚纪晚期和赫斯珀利亚早期的情况。在火星全球探测者数据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之前，人们认为阿拉伯地区缺乏河道，这似乎支持了冰冻、偶尔湿润的火星模型。当时认为冰可能主要集中在南部高地，因此阿拉伯这样的低海拔区域应该相对更干燥。但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阿拉伯泰拉地区曾经确实非常潮湿。这场科学辩论至今还没有定论，这也提醒了我们关于火星乃至一般科学知识的重要事实。我们正在试图解读35亿年前，大约是地球上生命起源的时期发生的事情，并将其放入一个完整的背景中。科学探索需要耐心，也需要谨慎。这是一个跨越漫长时光的故事。在这段时间里，行星的轨道参数在变化，太阳的输出也在变化，而无数的撞击事件更是在行星表面留下了大大小小的陨石坑。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数据，基于几个登陆点和轨道影像中的地质和地球化学证据，想要追溯大气的变化历程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这么说吧，火星体积太小，而且离太阳有些远，所以它和古代水循环之间的证据之间存在着一种未解的矛盾。不管这水循环是间歇的还是持续的，都有这种紧张关系。就像华斯在他的评论引言中说的那样，早期火星气候的样子仍然是行星科学中一个待解的主要谜团之一。这个谜团之所以如此复杂，如此难解，正是许多科学家痴迷于火星的原因所在。成为科学家不光要对未知的事物感到自在，还必须对未知充满好奇，接受并享受自然界的复杂性。毕竟，没有任何一颗星球有简单的故事，它们都太庞大、太古老，受太多变数的影响。我们可能会好奇，这一切对我们个人和人类整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存在的具体事实与地球的演变息息相关。通过一个几乎难以理清的因果网络，可以追溯到大小不一的事件，许多事件甚至超越了地球本身，经过多重自然选择的过滤，才形成了今天的局面。这些关联把我们和所有之前的生命连在一起，从约40亿年前的生命起源，一直延伸到50亿年前地球和太阳系的诞生，甚至更久远，可能是在大爆炸时，也许是在更无法想象的遥远时间里。有很多事情我们无从知晓，去寻求绝对的确定性是徒劳无功的。学到的教训就是在未知中寻找乐趣，同时不断拓展我们的知识范围。这正是科学的核心，快乐的秘诀，也是面对存在本身挑战的唯一合理的回应，因为它就是追求真理。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答案，请让这个事实来安慰你。我们能够知道的事情非常庞大，甚至可能是无穷无尽的。而且矛盾的是，火星上可知的东西甚至可能超越地球上。由于火星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深度地质冻结状态，所以研究火星的远古历史可能比地球还要容易。这段古老的历史甚至可能包括生命的起源。40亿年前，在地球上让自我复制和信息携带的碳分子诞生的地球化学炼金术，其痕迹早已风化殆尽。虽然我们在今天的生命结构和化学中仍然能找到一些线索，然而在火星上，这些地球化学物质被冻结并封存在像阿拉伯特拉这样的地区。因此，如果火星上曾经诞生过生命，甚至现在仍然存在于地底，那么这样的发现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起源，而这在地球上由于风化和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是完全无法实现的。这或许就是那神秘而难以捉摸的火星所能给我们的最大恩赐。它比地球还更难了解。南部高地的埃里达尼亚地区或许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证明早期火星有过温暖湿润的环境。这种条件与生命诞生时的地球几乎没什么不同。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如何将环绕火星运行的多个航天器的科学数据与我们对月球陨石坑的了解结合起来，描绘出火星的环境特征并追溯它的古老历史。这同时也是科学之间相互关联的本质，以及探索火星所蕴含的价值的一个生动案例。还记得我们看过的火星全球探测号上 Moller 的海拔图吗？这些拓扑数据结合上 MRO 的视觉数据，显示了山谷网路的位置，描绘出埃里达尼亚盆地曾经是个巨大的湖泊，也许是火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湖泊，有 1.5 公里深，水量是里海的3倍。根据陨石坑的数量，我们知道这片地形属于诺亚纪晚期，距今大约37亿年。MRO 上的 Crescent 光谱仪揭示了埃里达尼亚盆地各个区域的矿物成分。这些数据和拓扑视觉数据结合起来，帮助我们建构出当时的景观和化学成分的3维图像。在埃里达尼亚盆地最深处，富含镁和铁的粘土矿物大量存在，有造石、滑石、蛇纹石和所谓的托特粘土，这些都是地球海底环境的典型特征。还发现了富铁的叶锡酸盐，这同样是陆地海底沉积物的特征。也检测到了黄钾铁钒，这显示出了亚硫酸盐沉积后经过化学风化的痕迹。盆地还有多种碳酸盐的特征，含有铁、锰、镁和钙。盆壁更高的地方发现了氯化物，表明在较浅的水域中有蒸发过程。对于这些深层粘土、碳酸盐和亚硫酸盐沉积物的来源，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深湖湖底的火山活动，因为在地球的热液环境中也发现了相似的沉积物。这里的铁矿物也和早期地球富含铁的海洋中形成的矿物类似，那是在光合作用将氧气释放到大气之前。所有这些美妙的地形、视觉、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数据融合在一起，让我们描绘出37亿年前埃里达尼亚盆地的景象。低洼地区的地球化学显示，那是一个深海火山活跃的热液环境，而在更高海拔地区，盐类沉积物则表明那里曾是较浅的水域，蒸发过程缓慢进行。这个盆地就像一个充满了矿物和铁的原始海洋，由湖底活跃的火山活动提供能量，是一个充满了地球化学反应的巨大锅炉，并由来自行星内部的能量源源不断地搅动着。这个结论很惊人，因为就在地球的另一边，
许多生物学家同时认为，生命也是在类似的深海火山环境中诞生的。地球上生命起源于热液喷口的理论是目前的主流，虽然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种说法。这个想法部分基于观察，今天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体都涉及到化学作用与跨膜质子浓度梯度的建立相关，也就是化学渗透作用。而这个质子梯度正是那些年轻地球和年轻火星中酸性海洋的碱性热液喷口系统的地球化学特征。2017年发表的一项分析说，科学家们在魁北克省格陵兰伊苏亚岩石附近的新阿尔吉图克地壳带找到了至少 37.7 亿年前热液活动形成的岩石，这些岩石中有生物活动的痕迹。证据是什么呢？这些证据来自于一些氧化铁矿物赤铁矿的管状线圈，它们的尺寸和形状跟现在热液环境中由铁氧化细菌所形成的结构非常相似。有趣的是，新阿尔吉图克的这些岩石可能还要更古老。用山女衰变进行的辐射测年显示，它们的年龄可能达到 42.8 亿年，这让它们成为目前已知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之一，也代表了生物活动的非常早期的时间点。不过，这些发现还是很有争议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很难理解地球这样活跃的地质如何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改变了这些样本。这正是火星的优势所在，它有机会帮助我们弄清行星化学如何转变成生命化学的过程。相比之下，埃里达尼亚的环境比新阿尔吉图克保存得更好。超过30亿年来，它基本上就像在一个无菌、接近深度冷冻的环境中停住了，是研究生命起源的终极实验室。如果火星上真的增有生命的话，埃里达尼亚盆地的故事和它可能带来的科学突破，是经过多年来不同航天器、不同仪器所拼凑而成的，涵盖了地质、化学、光谱、激光测距以及摄影等多种学科。想要估算地表的年龄，这就需要用到50年前阿波罗计划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以及核物理中的辐射测年技术。而且我们还得有整个太阳系的模型来解释那些陨石坑的密度。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太阳系是一个系统，没有一颗星球可以独立存在，就像地球上的任何生命都不能孤立地被理解一样。生物是自然选择和基因突变之间的互动产物，并与周围的生态系统及其他生物混合共存。同样，行星是在混乱的漩涡中形成的，那种随机性就像宇宙射线撞击原始 DNA 链一样。无论是哪个星球，它们的历史都被整个太阳系的演化所深刻影响。后期猛烈轰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真的能在埃里达尼亚盆地找到生命起源的证据，那将是知识统一的一个壮丽证明。理解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世纪，无数探险家、地质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宇航员和工程师一生的努力，最终提炼出这样一个可能的第二次起源的发现。更重要的是，由于火星上古代环境的原始状态，我们或许能从这里找到我们自己起源的线索，而这些线索在地球上已经消失不见了。火星就像一个时间胶囊，里面保存着和生命起源时期的地球类似的古代化学信息，而在地球上，这些信息已经被40亿年的地质变迁和复杂的全球生态系统所掩埋，使得地球的面貌焕然一新，与最初的状态相去甚远，而火星则保存了这份来自深远过去的化石。这就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可能性，另一个世界也许正是解开我们这里生命起源之谜的关键。就好像我们必须离开地球这个摇篮，
才能真正理解它。大约35亿年前，火星发生了巨大变化。诺亚纪那段温暖湿润的岁月渐渐远去，气候不知不觉地向今天这样寒冷干燥的状态过渡。曾经自由流动的水被锁在了巨大的冰库中，湖泊变成了坚冰，河流也逐渐干涸。不过，这个星球并没有死去，远远没有。后期猛烈轰炸的热闹烟火虽然结束了，但来自地底的火山隆隆声仍在继续。塔尔西斯的巨大火山，包括奥林匹斯山，都还在活跃着。熔岩偶尔融化冰库，导致规模巨大且剧烈的洪水，那种场面超乎想象。于是，诺亚纪变成了洪水纪，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偶尔大洪水的时代。赫斯珀里亚时期以赫斯珀里亚高原命名，这是希腊盆地东北方一大片古老的熔岩场。这片高原的中心有一座泰勒努斯蒙斯火山，面积达到将近200万平方公里。1972年，水手9号探测器第一次拍摄了这片相对平坦的景观，几乎看不到任何可变的岩层，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陨石坑，而我们正是靠这些陨石坑来判断它的年龄。泰勒努斯火山与奥林匹斯山和塔尔西斯的火山不同，它更古老，早在40亿年前希腊撞击不久后就形成了，而且它喷发的是火山灰而不是熔岩，这种过程叫做火山碎屑喷发。因为它的年龄和结构，泰勒努斯比塔尔西斯的巨型火山更容易受到侵蚀，如今它只有 1.8 公里高。赫斯珀里亚时期火山活动频繁，尤其是塔尔西斯地区，但火山活动和从诺亚纪到西方纪之间的转变未必有直接关系。显而易见的是，大约35亿年前，随着水循环的逐渐消退和陨石坑的减少，火山成了火星上的主要地质力量，这在地表的特征和矿物学上都能看出来。相比于诺亚纪富含粘土和碳酸盐的地表，赫斯珀里亚的地表富含硫酸盐，而硫酸盐正是在火山释放二氧化硫使大气变得更加酸性的条件下形成的。虽然火山活动是塑造西方那片相对平坦景观的主要力量，但偶尔也会有一些例外发生，甚至是相当壮观的那种，水再次夺回了它的主导地位，即使只是短暂的出现。今天的埃克斯峡谷看起来就像个不起眼的小山谷，没什么特别。然而，从 MRO 拍摄的影像中可以看到，水手谷的北边有一个深而陡峭的洼地，这个洼地长100公里，宽10公里，深度达1到4公里。换到地球上看，这样的规模绝对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和旁边宏伟的山谷系统相比，它真的就显得有些不值一提。不过35亿年前情况可不一样，在那冰冷的西方火星上，高处的塔尔西斯隆起冒出了熔岩，熔岩穿透地壳，遇上了古老的冰层，瞬间释放出大量的水，这些水汹涌澎湃地向南方的高地流去。这些熔水流入埃克斯峡谷，创造出了太阳系中最短暂却也最壮观的奇观之一。来自高地的水流如同瀑布般从悬崖飞泻而下，咆哮着奔腾4公里深的山谷，形成了太阳系历史上已知最大的瀑布。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约35万立方公里的水流过了这片峡谷，那相当于一个70公里见方的巨大立方体。然而，在当时的火星，一个大气不足以维持液态水的星球上，这样的瀑布来得快，去得也快，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峡谷的岩壁上。埃克斯峡谷的这场水流盛宴规模无可匹敌，但这类火山喷发引发的短暂洪水却在火星的许多地方上演过，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方世界。然而，在那稀薄的大气下，液态水的存在总是那么短暂，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少。大约30亿年前，前后误差约5亿年，西方纪渐渐变成了亚马逊纪。当你问火星专家亚马逊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时，他们通常会回答，这要看你问的是谁，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模糊。2亿年前，也就是在地球上复杂多细胞生命还没出现的时候，火星基本上已经跟今天我们看到的模样相差无几了。不过，这颗红色星球并没有完全死去，塔尔西斯的火山仍在时不时地喷发，最近一次甚至可能就不久前，而未来或许还会有火山再度爆发。但我们清楚的是，火星从曾经的大气厚重、地表有液态水流的世界，经历了火山活跃、间歇性洪水横行的时期，最后成为了一个极度干燥、冰封的大气稀薄的星球，与其小巧的体积以及在太阳系中的位置相匹配。这场戏剧性的转变在火星生命的最初15亿年里极为猛烈，而挑战在于弄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岩石行星的气候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系统，充满了无数的相互作用、反馈和不稳定性，它注定随着地质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薄薄的大气层可能受到火山构造活动以及太空中的各种力量的影响，而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它也会受到轨道倾斜变化和太阳输出变化的影响。地球似乎是个特别的例外。过去30亿年来，最大的气候变化也不过是因为光合作用慢慢引入氧气。而今天的火星呢？它有着一个主要由二氧化碳组成的稀薄大气层。我们知道，这个大气层以前一定要比现在厚得多，甚至可能比现代地球的大气压力还高，因为地表曾经有过液态水。所以，火星的大气层去哪儿了？弄清楚它如何消失，去了哪里，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也许古老的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已经冻结在极地冰盖上，也可能变成了碳酸盐矿物被锁在地下，又或者它们干脆飘散到太空中，或者是这三者的某种组合。为了搞清楚这些，2014年9月，专门派出了一个探测任务 MAVEN， 也就是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他可没有带着高清相机去拍摄表面那些引人注目的照片，因为 MAVEN 想回答的是火星周围那层看不见的气体层的问题。如果说好奇号是我们的双手， MRO 是我们的眼睛，那么 MAVEN 就是我们的鼻子，它在火星的上空嗅来嗅去，寻找那些过去留下的线索。这艘太空船运行在高椭圆轨道上，最近距离火星地表只有150公里，最远达到6000公里。这条偏心的轨道路径让 MAVEN 在每次绕行时都能穿过火星上层大气的不同层次，帮助建立起气体的三维分布图，看看它们随高度和时间如何变化。MAVEN 的测量显示，今天火星每秒正以大约2公斤的速度流失大气中的气体。问题来了，这些大气层是怎么消失的？又去哪儿了？MAVEN 团队根据惰性气体氩的2种同位素氩36和氩38的浓度进行了非常精妙的分析。氩38跟氩36具有相同的化学性质，但它更重，因为它的原子核中多了2个中子。氩38和氩36之间的比例对于测量大气被溅射到太空的速度非常敏感。当来自太阳风的带电粒子以高速撞击高层大气的原子时，它们就会将原子打出太空。因为氩36比氩38轻，所以它更容易被打出去，这就让高层大气中氩36的风度相对提高。在技术术语中，说氩36的标度高度更大，
也就是说，它更容易透过建设损失，而氩负38比氩负36的比例也因此增加。氩气不像其他气体，它不会与任何东西反应，也不会在火星的温度下结冰，因此测量氩的浓度就能清楚地指出火星大气是怎样受到太阳风影响的。透过梅稳在其椭圆轨道上不同高度的测量结果，再加上好奇号对氩同位素的地表测量，这项精巧的实验使研究小组得以确定，火星大气中的氩已经流失了 66%， 这是在过去45亿年里发生的。一旦我们知道氩气的损失比例，就可以推算出其他大气成分的损失率。这些结果已经出炉了，得出了结论。梅稳的观测结果告诉我们，火星的挥发性物质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被带走飘向了太空，这过程对于火星大气随着时间的变迁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火星大气中主要的成分强大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它的大部分因为和太阳风的互动而被吹跑了，还有一部分被锁进了地下的碳酸盐沉积物里，只剩下一小部分留在地表之下。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变化足以解释我们从火星地形推断出的火星气候转变。如果火星的大气没办法保持足够的温室气体来维持温暖，保护湖泊和海洋，那么它注定会变成一个冰冷的沙漠世界。那为什么地球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呢？毕竟我们距离太阳更近，受到的太阳风更强烈。为什么火星的大气被剥离了，而地球的大气在太阳猛烈的攻击下竟然撑住了数十亿年？事实是，太阳系是一个系统。我们或许会在黑暗的夜晚感到孤单，像是被孤立在这颗小小的岩石球上，但这只是错觉而已。没有哪个星球是一座孤岛，每个星球都在互相影响，共同演化。如果你画出地球上所有复杂生命的食物链图，那么图的最底部就是来自 1.5 亿公里外太阳深处的光子流。绿色植物就是这颗恒星与地球上所有生命之间的界面。但我们对火星的研究也提醒我们，和太阳的关系并不总是美好和谐的。太阳可以为生命提供能量，但它的太阳风也能摧毁生命或者阻止生命的诞生，因为它会对行星大气层造成损害。太阳风来自太阳的大气层，也就是那个被称为日冕的区域。虽然太阳表面温度大概只有6000摄氏度，但日冕的温度却超过了100万度。这是因为强大的太阳磁场扭曲盘绕，把能量从表面转移到了日冕。在这么高的温度下，原子无法稳定的结合，电子和原子核脱离，物质就变成了所谓的第4种状态——等离子体。这是一种由带负电的电子和正离子的汤。有些粒子的速度快到足以逃脱太阳的引力，以每秒超过800公里的速度向外流出，这就是太阳风。当这些高能量的带电粒子到达地球时，我们的磁场成了守护者，大部分粒子都被偏转，无害地绕开了地球。它们把地球夜晚那一侧的磁场拉伸并扭曲，有时候这些拉伸的磁场会重新配置，将带电粒子沿着磁场线向地球两极加速，于是这些粒子和高层大气中的原子碰撞，激发它们并使它们发光，这就是极光、北极光和南极光。当天气晴朗，太阳活动活跃且行星际磁场合适的时候，在地球的极地地区，幸运的人们可以看到这壮观的景象。而从国际太空站看下去，极光就像是在地球两极间跳动的光之环，美得令人屏息，真的是大自然的奇观之一。但就像科学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
知识会让这些经验变得更加深刻。极光的舞动速度比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快得多，是电子在原子内不同能阶之间移动的直接结果，而能阶由原子核中的质子数量所决定。高空中的氧原子发出红光，因为它们的电子被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撞击，进入了一种长寿命的激发状态。如果它们在大约100秒内没有碰撞到其他原子，那么电子会调回到靠近原子核的更低能阶，并释放出一个红色光子。在更低的高度，氧原子的不同激发态则会产生绿光，而在极光的底部，激发的氮分子则会呈现出深红或粉红色的光。这就是量子力学在天空中书写的故事，揭示了原子的结构。而这些颜色的背后，是太阳内部的核融合反应在支撑一切。这颗巨大无比的恒星以每秒6亿吨的速度将氢转化为氦，释放的能量让它成为一个光辉耀眼的核反应工厂。太阳内部运作的核力也早已在古老的恒星中制造了我们身体中的重元素碳、氧、氮、硫、磷和铁。这些元素来自于大爆炸后的最初几秒钟生成的氢和氦。引力使星际云塌缩，星星诞生，中心变得炙热，足以点燃核反应并释放能量。这些能量支撑星星的光芒和稳定，也让生命有了出现的机会。所以，当我们看着极光时，我们所看到的远不只是美丽的光影舞蹈。它代表着太阳和地球之间的互动，磁场的保护，乃至更宏大的宇宙力量在塑造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地球的磁场，那么我们的大气层早就像 Maven 所现的那样，像火星一样被太阳风吹散了。磁场，这可是地球和火星之间最关键的不同之一。地球的磁场来自所谓的发电机效应，这听起来很简单粗暴，但其实背后的运作非常复杂，目前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基本原理其实并不难理解。地球的核心主要是由熔融的铁水组成，这是一种会导电的液体。当这些融化的铁水与流靠近地函时，它们会往上升并逐渐冷却。再加上地球的自转，这些液体就开始旋转起来，形成一个个不断循环、上下流动的液体漩涡。而正是这样的循环流，像发电机一样，产生了地球的磁场。这个发电机的稳定性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地核和地函之间的温度梯度、地核的半径、行星的自转速度，还有很多微妙的细节。比如，地函中热流速率会受到地质活动的影响，包括板块运动和火山活动，而这些流动的具体样貌又取决于核心里的其他成分，比如硫的含量和分布等等。所以，这一切听起来复杂得不得了，真是因为这样，地球的磁场才会变得如此微妙，任何一点变化都可能影响整个系统。反观火星，情况就要脆弱得多了。根据推测，火星曾经有过自己的发电机，因为火星地壳的某些区域，比如古老的南部高地，还有残留的磁化迹象。这意味着那些岩石在全球磁场还存在的时候冷却下来。然而，大约40亿年前， Hellas 撞击盆地的形成并没有留下任何磁化迹象，这表明火星的发电机可能在那次撞击之前就已经停止运转了。而 40.5 亿年前形成的另一个撞击盆地却显示出有磁化的迹象。距今41亿年的火星陨石 ALH84001 也表现出当时存在磁场的证据。这些观测结果形成了一个目前的基本看法：火星的磁场并不像地球那样持久，它似乎在 Hellas 撞击之前就已经关闭了。从那时起，火星的大气层
便直接暴露在太阳风的强大威力下，而 Maven 的观测结果告诉我们，这可能就是火星大气层逐渐消失的关键。或许会有一种诱人的想法，认为磁场的消失使火星从诺亚变成西方，只从湿润到干燥状态的主要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时间不太对得上，而且磁场消失并不会让大气层瞬间消失，因为被太阳风吹走，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今天还在发生。有人尝试将发电机的停止与 Halley's 撞击或后期猛烈轰炸联系起来，认为这些撞击加热了地函，扰乱了从地核流出的热量，进而影响了磁场的对流稳定性。但目前，尽管事件的时间顺序相对明确，但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仍无法下定论。更复杂的是火星轨道的相对不稳定性。由于受到其他行星和太阳的引力影响，火星的倾角，也就是自转轴的倾斜度，在几十万年的时间尺度内变化了几十度。相比之下，地球的自转轴则只在41000年的周期内，在 22.1 度和 24.5 度之间轻轻地摆动，而即便是这些小小的变化，已经是地球周期性冰河时期的部分原因。想象一下，当火星的极地区域含有二氧化碳和水冰，然后突然向太阳倾斜20或30度时，火星的气候会发生什么变化？地球之所以稳定，部分是因为月球的阻尼效应，而我们的月亮相对于地球来说异常之大，地月系统几乎可以算作双行星系统。我们越了解其他行星，就越能体会到地球的存在是多么幸运。火星实在太小，它的核心比地球更小，地函和地壳也更薄，所以热量流失的比地球更快。地质活动在西方纪达到高峰后便大幅下降，火星慢慢失去了它的活力。由于火星的质量小，引力弱，而且没有磁场的保护，它的大气层比地球的更脆弱，容易被太阳风剥离，表面的温度也受限于距太阳较远的轨道，变得更加寒冷。火星的命运在它45亿年前形成时就已注定了，它太小，离太阳太远，无法保持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今天，尽管火星已经沉睡了30亿年，但我们还是能看到它过去的余晖。欧空局的火星快车号拍到了火星天空中依然舞动的微弱极光，那些是散布在星球上的局部磁场热点和大气中残留的最后一点二氧化碳被无情的太阳风所激发的景象。尽管火星经历了漫长的沉寂，但它曾有过一段光辉灿烂的青春，它的回声至今未灭，并且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个星球虽然遥远，但仍是我们的邻居。火星上可能曾经存在过生命，甚至现在还可能隐藏着生命。我们正在努力寻找，或许未来10年，新的探测任务就会带来确凿的证据。发现另一个生命起源的证据，将对哲学、科学和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只要有适合的条件，比如液态水、活跃的地质活动和有机物质，那么生命几乎必然会出现，这完全是自然法则的结果。这会证实我们以及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是地球的产物，是地质过程的延伸。我们会懂得，无论灵魂深处感受到多少的奇迹，其根源都来自水与热、矿物与气体之间的交互反应。我们就是这样诞生的化学反应，如果在同一个太阳系的2颗邻近星球上都能发生，那么它就能在宇宙的任何地方发生。这样我们会明白，我们是这个广袤的宇宙生命体系中的一部分，不是独自存在于黑暗中的孤岛，而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宇宙的延伸。或许更重要的是，
火星在我们未来的计划中所要扮演的角色。火星上蕴藏着丰富的潜力，它的地表下藏着冰冻的甚至是液态的水库，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都是知识文明所需的基础。由于它的历史，火星成了一个等待着我们的世界，一个静止的宝藏之地。有生之年，我们将迎来火星人，而这些火星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将踏上火星，把它变成我们的家，部分原因是我们真的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火星是地球以外唯一一颗我们可以在不远的将来登陆的行星。当初水手4号的讯息被误解了，但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重新接纳火星，这是我们的第2次机会。并不是说我们会全体离开地球，集体搬到一个新世界，这显然是异想天开的事情。毕竟地球毫无疑问是我们所知的宇宙中最好的行星，我们在这里诞生，并且经过漫长的演化，已经完美地适应了这个家园。然而现在我们有可能在火星上建立一个殖民地，想象着一群拓荒者像当初探索新大陆一样，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耕作生活，建设起必要的基础设施，为数十、数百甚至数千人铺平道路，让他们追随这些先锋的脚步，穿越太阳系，并第一次在几个世纪以来扩展人类的疆域。探索新边界是至关重要的，知识的前沿是科学家们的领域。如果没有那些勇于冒险的先驱者，我们今天又会在哪里？物理上的边界则是冒险家、工程师和梦想家的世界，而梦想家总是需要一个目标，一个地方去实现梦想。在维尔纳·赫尔佐格的电影《世界尽头的邂逅》中，有个叫威廉·格尔萨的人描述了那些被地球最后边境南极所吸引的人们。他说，如果你把所有不受束缚的人都聚在一起，他们最后都会掉到地球的最底端。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你知道吗？我们都不太服从约束，但我们在一起。而火星则是超越南极的下一步。或许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在心里为它留一个位置。我们的文明是不受束缚的，我们挤在这个系统的小角落，无所事事，观察着行星的流转、恒星的运行、昼夜的交替，只为了弄清楚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都是生活在没有语言的地方的语言学家，不断摸索、探索，努力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地球上寻找资源，扩展疆界，建设更多的东西。可我们很少思考，这个包围着我们的薄薄大气层和那条夜晚灯光所标示的3维轨迹，是否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著名工程师罗伯特·祖布林的工作启发了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他喜欢说，想法会产生后果，而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我们只能争夺有限的资源。整个太阳系都充满了比我们所需更多的原料，当我们选择去取用它们时，它们就变成了我们的资源。国际间对地球资源的争夺建立在一种资源有限的错误观念上，这种观念既危险又完全不正确。我们拥有技术，也许随着我们越来越无所事事的漂流，我们最终会找到一种意愿，去解锁我们所属的这片广阔的太阳系，去探索它无限的宝藏。我们需要转变我们的集体意识。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的火焰太过耀眼，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它熄灭。我们需要找到一条超越国家之间竞争的新路，拒绝那种迫使我们退缩或者在这颗呻吟着的单一行星上争夺日益减少的资源的错误心态。我们必须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多行星太空文明，而这就从火星殖民开始。这是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是由人类探索和扩张的愿望驱动的，而不是因为想要挤压别人的地盘或对我们的星球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试想一下那种壮丽的未来，新的技术，新的机会，创造全新社会的兴奋感，将我们的经验、希望和梦想带到新的世界，甚至更远的地方，那该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火星在我们的未来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如果我们不去那里，我们就哪儿也去不了；如果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就会在这里慢慢走向灭亡。给这颗古老的红色星球注入新的生命，也将给我们自己注入新的生机。这将是我们离开摇篮，迈向群星的第一步。45亿年前，生命还没出现的地球可不是什么新生的伊甸园，它更像是地狱的翻版，比上帝的花园要火爆得多。熔岩在地表翻滚，阴然毒雾般的云层笼罩着整颗星球，年轻的太阳几乎没办法穿透这些厚厚的云层，去照亮任何希望的新曙光。那时的地球还在因与火星大小的特伊亚相撞而颤抖。特伊亚被撞得粉碎，变成了一圈碎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碎片和地球喷出的岩石融合，最终形成了我们的月球。40亿年后，两个人，阿姆斯壮和奥尔德林，靠着冥古宙地球的能量地质学，踏上了由这些聚集起来的碎石组成的月球表面，思考着他们在浩瀚星空中的位置。从那特殊的视角，他们看到了一颗宁静而原始的星球。这个星球自从诞生以来，经历了许多变迁，就像变换过多个不同的面貌。那我们又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我们又怎么可能如此权威地谈论数十亿年前发生的事？这些故事不仅超越了人类的记忆，甚至超越了地球本身的生命。这样的时间轴是怎么弄清楚的？答案就在岩石里。阿波罗任务带回了无数的宝藏，不仅仅是工程上的突破，一代人的灵感，阿波罗8号拍下的地球升起的震撼影像，以及探索的纯粹乐趣。从科学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宝藏就是那些岩石。从6个登陆点带回了382公斤的月球岩石。在月球上，就像在地球上一样，我们利用某些原子的放射性衰变作为天然的时钟，来精确地测定岩石的年龄。比如说，化学元素铷，有一种同位素叫铷87，它非常常见，存在于许多富钾的矿物中。它不稳定，半衰期长达480亿年。这意味着，经过480亿年，当岩石形成时存在的铷87中有一半会衰变成487，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子。越古老的岩石，铷87就越少，而487就越多。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的科学要素。我们如何知道在岩石形成时到底有多少铷和锶呢？这就是测年方法的巧妙之处，我们其实不需要知道。这个方法叫做等时线法，它的基础是这样一个事实：锶还有另一种稳定的自然形式，叫做锶86。锶86很稳定，化学性质和锶87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它的原子核里多了一个中子。这意味着，今天岩石里的任何锶86原子，早在岩石最初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了。通过计算从岩石中采集的样本中铷87、锶87和锶86的比例，我们可以算出自岩石形成以来过去了多少时间。比如说，地球上一些最古老的地壳岩石是在格陵兰西南海岸的伊斯舒亚地区找到的。通过铷锶测年，我们知道这些岩石的年龄为 36.6 亿年，误差约为 0.6 亿年。
已知最古老的地球岩石是在澳大利亚西部的杰克山发现的，形成于 44.04 亿年前，误差仅为 0.08 亿年。所有来自地壳的已知样本年龄都不超过40亿年，这是因为在冥古宙时期，地球的表面一直沸腾不休，岩石反复融化和重新组合，辐射时钟一次次被重置。我们还可以对坠落到地球上的陨石做同样的分析，其中大多数超过1000个形成于44至46亿年前，这和用其他方式估算的太阳系年龄一致，比如通过日震学测量太阳核心氦含量。阿波罗带回的月球岩石中，最年轻的有32亿年历史，最古老的达到了45亿年，其中12个样本的年龄超过42亿年。这些登陆点的月球岩石年龄变化非常有趣，这些数据成为我们测定整个月球区域年龄的最准确方法，即使那些地方我们没有直接获取样本。我们可以制作一个图表，显示从每个阿波罗登陆点和俄罗斯的月球24号任务中收集到的岩石的年龄，并根据每平方公里的陨石坑数量进行标示。图中的黑色斑点代表着岩石年龄和陨石坑数量的测量误差，其中来自哥白尼和地谷陨石坑的数据点非常低，这些陨石坑的形成时间较晚，岩石是在陨石坑形成后被扔到着陆点的。在图中有2条实线弯曲向上，穿过测量点。较老的地区有更多的陨石坑，这很好理解，因为陨石有更长的时间去撞击那些古老的地表。而像哥白尼陨石坑这样的地方，由于形成时间较晚，经历的陨石撞击相对较少。现在想象一下，月球上有一片我们没有任何样本的区域，但我们有从太空中拍摄的该地区的照片。我们可以计算每平方公里的陨石坑数量。假设每平方公里直径超过4公里的陨石坑平均有 0.0002 个，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片地表大约形成于32到40亿年前，年龄和阿波罗17号登陆点的年龄差不多。这就是图表最简单的用途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图表和方法应用到火星上，进一步推测那里的历史。在估算火星上撞击次数的变化时，我们得依赖一些模型，因为火星比地球大，引力也更强，而且它离小行星带更近，而那里正是大多数撞击的来源。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做出这些估算，这也是我们用来推测火星不同区域年龄的主要方法之一。火星上的诺亚地形是最古老的，陨石坑的密度最高，其次是西方地形和亚马逊地形。最近，北部低地因火山活动重新出现，之所以知道这些区域比较年轻，是因为它们相对缺少陨石坑，跟月球的海洋一样，看起来更为平滑。这样一来，所引用的火星事件的绝对年代，最终还是得回到月球岩石的放射性测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波罗任务中从不同登陆点取回的月球岩石具有如此高的科学价值。图表上还有另一条很重要的线，称为恒定生产力的虚线。如果月球在整个历史中都以固定的速率遭受陨石撞击，那么陨石坑数量和年龄之间的关系就会沿着这条线进行。测量结果的确沿着这条线走，直到我们到达大约38至40亿年前的月球表面。这时候陨石坑的数量突然激增，这意味着在太阳系早期曾经有一段撞击率远远高于今天的时期。这也不算奇怪，毕竟我们可以想象年轻的太阳系充满了行星形成时留下的碎石，因此是一个更加暴力的地方。但这里面有个复杂的地方。如果我们假设在最古老的月球地形，
比如阿波罗16号登陆的迪卡尔高地上观察到的撞击率一直延续到月球刚形成的时候，那么撞击率会高到令人难以置信，几乎等同于月球本身的质量都被撞上了一遍。但科学家们知道这不是真的，所以更合理的推测是，这张图表上的撞击率曲线其实在约39亿年前达到了一个峰值，之后又回到了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一段撞击率突然增加的时期叫做后期猛烈轰炸。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猛烈轰炸，目前还不完全清楚，但有一个主要理论认为，这可能和海王星的轨道改变有关。海王星从天王星内侧移到外侧，引发了一连串的引力扰动，将遥远柯伊伯带中的冰质天体甩入内太阳系，撞击到其他行星上。这也提醒我们，知识和太阳系的本质是相互交织的。月球探索给了我们估计火星地表年龄的智力工具，利用这些物体进入内太阳系的偏转，发生在遥远时空，超越任何行星轨道的事件，留下的痕迹让我们了解更多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在太阳系真正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50亿年前，一片巨大的星际云由尘埃和气体组成，直径至少有65光年，相当于10的14次方公里的 6.1 倍，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开始塌缩凝聚。这些巨大的云块分裂成一系列更小更致密的核心，最终形成了所谓的前太阳星云。我们整个太阳系的每个部分都从这个胚胎中成型。这片云几乎完全由氢和氦构成，但它里面隐含着未来将形成太阳行星的所有原子，还有定义这些世界特征的每一个元素，包括生命的组成部分，你和我的构成材料。究竟是什么触发了这片星云超越临界点，进入了下一阶段的恒星演化，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那发生在漫长时间的深处，痕迹早已消失不见。但神奇的是，我们已经能够收集到一些零星的证据，指引我们了解这一切的起源。通过研究至今在地球表面找到的一些最古老的陨石，我们得以一窥这一切的起点。这些古老陨石中隐藏着稀有铁的特殊迹象，我们认为这些铁只可能在非常特定的条件下形成。而在宇宙中，唯一能够产生这些稀有同位素的地方，就是那些寿命短促的大型恒星在爆炸瞬间的中心。换句话说，它们是超新星爆炸的产物。这些来自岩石的清晰化学指纹，把我们带回到了45亿年前太阳系诞生的时候，表明我们的太阳系形成于一片大型恒星苗圃中，其中包含数千颗恒星。或许这片苗圃就像猎户座星云一样，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诞生地仅1500光年之遥，甚至在晴朗的夜空中用肉眼就可以看到。谢谢您的观看，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